完了，我砸死了一匹狼！智障系统，我一定要弄死你！他本是29世纪超自然特勤组的一员，这次接受组织任务，回到原始森林采集动物信息，抵住生态毁坏的29世纪恢复生态链。谁知系统故障，在他还没准备好降落时，就把他空投到了这个地方。龙兄啊，你可不能死啊！好美的雌性！他从没见过这么美的雌性，他是兽神派来的吗？哇，好大一只雪鸮！你是我的啦，小雪鸮。他喜欢我，雌性喜欢我，还有这种好事儿，真是兽神眷顾啊！不要动，等我采集完信息，我就放了你。他说完，雪鸮果然乖乖不动了。系统，你死了！叶洛星换不出系统，右手伸向雪鸮脖颈的圆环，打算手动采集。谁知忽然间，身下的雪鸮一个翻身，将他压倒在地。叶洛星感觉到强大的压迫力，瞬间从空间里掏出了麻醉枪。他刚将枪口对准这只巨大的雪鸮，就看见了恐怖的一幕。只见面前巨大的雪鸮刹那化作人形，一个赤裸胸膛的美男子倒映在了叶洛星的黑瞳中。我们协旅吧，雌性。一道枪声响起，叶洛星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我靠，妖精！我去你个智障系统！你将老子传到什么鬼地方了？雌性，你要去哪儿？森林很危险。你放开我！雌性，你是兽神派来的吗？我是你大爷！雌性，你好软啊！我喜欢你，我要照顾你一辈子。滚开！小雌性，你回到我雄性的象征，我们怎么生仔？叶洛星浑身汗毛倒竖，快速爬起后，掏出一把 M747长枪对准他的脑袋，防备的冷声质问道：“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哼，我叫峰哥，是附近学校部落的七阶雄兽人，是整个部落最强的勇士。雌性，你呢？雄兽人？你叫什么？哪个部落的？这到底是哪里？这里是秋山森林，隔着风暴草原，就是我们雪鸮部落居住的山脉。雌性，你不是北爹的族群吧？雌性，你竟然没有其他伴侣？太好了，我将是你唯一的雄性。你痛不痛？啊？见小雌性忽然问出这样一句话，峰哥不解地随着他的视线朝自己胸口望去，在发现那只麻醉针后，小雌性，你是在关心我吗？我不痛，我是七阶雄兽，这些小伤伤不了我的。叶洛星看着他野蛮的动作和胸口不停流下的血，还有那肉眼可见的速度正在愈合的伤口，整个人都傻了。你过来。叶洛星神色冷漠，动作却极具诱惑力。峰哥见他主动让他靠近，心中躁动不已，2步就来到他的面前，声音酥哑：“雌性，抱我。”雌性，那我们现在就结。他一句话还没说完，背后传来刺痛。叶洛星手中多了3根麻醉针，直直地注入了他的体内。他还不信了，这剂量搞晕一头恐龙都够了，还搞不晕他？不过叶洛星很快就表情呆滞了。他看见峰哥疑惑地与他拉开几厘米的距离，双手搂着他的腰，低头眼中不解地问道：“雌性，你为什么老是抓我？”我……你要是喜欢抓我，你随便抓就是了，反正我是你的。只是我怕我皮肤太硬，伤了你的手。我操！你没有不舒服吗？是挺不舒服的，我想……听着他沙哑的声音，感受到下方的变化，一股寒意从叶洛星脚底直窜头顶。他立马用力推开他道：“好了，你闭嘴，别说了，你放开！”小雌性，你别乱动，我不会伤害你的。我信你个鬼！你的身体快要把老子给烫化了！啊！雌性，你受伤了，快让我看看。峰哥的心中内疚极了。喂，你干嘛？你别动我衣服！峰哥见叶洛星不配合，他关心则乱，顾不得太多，上前一把抱起他，温柔的又哄道：“好，我不动你，但是你要先跟我回部落看巫医啊。”我不去。如果你再乱动，我就扯你兽皮了。这句话果然有用，叶洛星见他的爪子伸向他的衣领，立马安静不动了。这麻醉剂的效果有点慢呀。再见了，漂亮的妖精。
要是平常，叶洛星或许不会对美人这般无情的，但现在身处未知的异世，对面的还是拥有异能的兽人，他不得不小心谨慎。叶洛星拿着长枪快速离开此地，他很是灵活地在森林中穿梭。天空中太阳高悬，暖暖的阳光洒落下来。叶洛星在脑海中冷漠地呼唤系统：月上，我知道你还在，你最好给我解释一下现在是什么情况，不然我就抹消你的记忆，让你真的消失。系统月上听到叶洛星冷声的警告，终于活了过来。系统突发故障，时光机损坏，现进行修复中，修复进度1%，目前投放大陆未知，与兽人世界匹配程度90%，已经进行语言融合，融合进度40%，其余有关资料已经整理完毕，可随时查看。我的异能为什么不能用了？因异世界灵力过于浓厚，您的身体难以承受。若强行使用异能，您可能面对2种结果：一，您爆体而亡；二，您强大的异能会毁了这个世界。因此，月上暂时封闭了您的异能。我的身体适应这里的灵力需要多久？时光机什么时候能够修复好？滴滴，能量已不足，系统自动进入休眠中。你最好快点恢复能量，不然听到后方传来野兽的吼声，一道疾风朝他的背影扑来。他回首望去，只见是一头比动物图鉴上大2倍的灰熊，正狂躁贪婪地望着他。叶洛星立即扣动扳机，他击毙了这只灰熊。他并不想，但他必须先保证自己活着。看体型，他应该不是兽人。他身上的伤已经够多了，他必须要先找一个地方给自己包扎一下。峰哥这个家伙，教训那些臭狼兽需要这么久吗？哎呀，这春季到了，最近出没的族群增多，估计峰哥跟他们争夺起来了。真是倒霉透了。你们有没有闻到什么味道？味道？什么味道？是血的味道，还有雌性的味道。小四小，你别跑了，我不是岩兽和异兽，我不会伤害你的。你刚刚不见了，我好担心。你一个人在森林太危险，你跟我回去吧，我会保护你的。你醒的也太快了吧？四小，你……峰哥，这是怎么回事？你认识这个雌性吗？这小雌性哪里来的？我怎么没有见过？他是哪个族群的？他是我在森林里捡到的，我们会成为伴侣，你们不许打他的主意。捡到的？太好了，我们部落又多了个雌性。峰哥，虽然你是最强者，但雌性的伴侣不是你说了算的。我说过我不会跟你回去的。他怎么长得这么丑？莱特等雄兽人的眉头同样拧作一团，先前的热情与兴奋仿佛被冰川浇灭。他们从未见过这么丑的雌性兽人。峰哥，这个雌性到底是……叶洛星清晰捕捉到了他们眼中的失望，他早已经察觉到自己的身体不对劲了。抬起双手一看，果然发现又肿又黑。他的视线扫过刚刚跌倒的地面，发现那里有一株紫黑色的草已经被他压扁了，雪地上留下一滩怪异的液体，看来他是中毒了。子小，你现在不仅受了伤，还中了毒，如果不及时救治的话，你会死掉的。我知道巫医那里有解药。你可真是执着。春日森林中不仅有岩兽和异兽，虫族和巨兽也会常常出没。如果你被抓住，他们会吃掉你，或者强行与你结旅，不会遵从你的意愿。雌性，峰哥说的对，你得跟我们走。从短暂的接触中，叶洛星察觉到雌性在这里地位似乎不寻常，而现在如果他不跟他们走的话，峰哥极有可能会强行带走他。好吧，我们现在就回部落。子小，你坐好了。他将叶洛星放到背上，同时迅速变成一只巨大的雪橇，冲上了万丈高空。峰哥带他穿梭在森林上方，他看见林中巨大的兔子和猞猁，甚至还见到一头拥有恐龙体型的超大驯鹿在林中散步。快围攻那只巨兽！快围攻那只巨兽！它够我们部落吃许久了。原来那就是峰哥口中的巨兽，从平原俯冲而去。就在他快要撞上地面时，叶洛星清晰地看见他从地面下方抓出2只硕大的驴鼠，然后又斜直地冲向天空。整个过程不过3秒，叶洛星都惊呆了。
你这真厉害！小慈祥，你喜欢吃什么告诉我，等巫医给你治好了伤，我就给你去补。峰哥用兽语说了一大串，翻译到叶洛星耳中就是叽里呱啦叽里呱啦。叶洛星当即就懵了，他在说什么东西啊？能量已恢复，系统重新启动，与兽氏语言融合进度40%，已达极点，停止融合。你总算是醒了，刚刚的话是什么意思啊？兽氏族群过多，剩下的50%兽语难以融合，只能融合兽人的语言，保证你能听懂兽人的话，同时兽人能听懂你的话，并且因兽氏未知物种太多，剩下10%的兽人语也难以翻译，需要你自行探索。我探索个鬼啊！你时光机修复怎么样了？我们什么时候能走？叶洛星可没想在这个鬼地方长待，他还带着任务呢。抱歉，叶队，我们暂时回不去了。叶洛星脸色唰的就变了，抓着峰哥羽毛的力道都不由得加重。他身下的峰哥不由担忧，慌张的开口道：小慈祥，你很痛吗？时光机修复进度1%，已难以自动修复，现在只能收集动物信息，收集任务完成即可修复时光机返程。月上祝叶队此次任务顺利。你个狗血！能量已不足，自动进入休眠中。小慈祥，我们到家了。看着峰哥带着他朝高处的一个山洞飞去，叶洛星这才意识到这里就是他们的部落。慈祥，你先休息一会儿，我去找巫医。叶洛星轻应，看着前方袒露胸膛的男人，刻意的抬上了视线。见峰哥很快的消失在了洞中，叶洛星才环顾起四周环境来，可真是干净啊！就这原始程度啊，他敢肯定，他们连使用工具都不会啊！他如果在这里长久的生活下去，不得发疯了呀！慈祥，巫医被族人护送到远处采药了，我拿了解毒的药过来。来，峰哥刚走近，就看见叶洛星撩起兽皮在给自己擦什么东西。他看见他身上那纵横交错的伤口，眼中的悲伤似乎要溢出来，担忧内疚极了。他走上前，蹲在他身旁道：慈祥，你竟然伤得这么严重，都怪我不好。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是我自己弄的。他看着他手中兽皮里头的几株草药，眼前一亮，见血清，你们这里竟然有这个？看来你说能解毒的草药还挺靠谱的。慈祥，你竟然认识草药？我叫叶洛星，你别一口一个雌性了。好的，那我以后就叫你洛星。你可以帮我上药吗？后背我够不着。你可以帮我上药吗？后背我够不着。当然可以啊，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啊。叶洛星将自己的药拿起，用我的水状的清洗伤口，其他的擦在伤口上。啊，这是什么？叶洛星回头正要接他的话，却不小心触及他因坐姿呈现的不雅观景象。你把兽皮穿好。嘿嘿，你是我喜欢的慈祥，我整个人都是你的，只要是你，别说看了，随便摸都可以。我们刚认识，怎么就你是我的了？可是你说你喜欢我，还标记了我，刚好我也喜欢你啊，所以我就是你的。叶洛星正想反驳，他看见峰哥微扬起头，自信地展示他脖间的信息采集器。不会吧？这个在兽氏不会是什么暧昧的意思吧？你占有了我，还想不负责任？我不会让你跑掉的。你干嘛？你放心啊，我会等你伤好以后再给你解铝的。好了，先上药吧。这些东西真的有用吗？这是我们部落巫医开的药，有用的，你只管用便是。洛星，有点痛，你要是忍不住就咬我。有那么一瞬，他对这个原始兽人的印象有所改观。或许他没有他想的那么野蛮。在你们这里，兽人脖子上的东西代表什么？啊？雌性与雄性脖间的构造不同，所以雄性的喉结又称雄兽的第二个雄性特征，是不能随便展示给雌性看的。而且雌兽人也不能随便摸雄性的这里。你将它赐予我，证明我就是你的了。原来是这样啊！可我先前确实不知道这个意思，所以只要我娶了她，就可以不作数了吧？不行，你不懂，我可以解释给你听。但是我身上已经有了你的气味，你不要我，我这辈子都找不到伴侣了。不至于这么夸张吧？你看你长得这么漂亮，武力值也这么高，还是部落的第一勇士，就算我们不结旅，还会有很多雌性喜欢你的。既然我那么好，那你为什么不喜欢我？喜欢这件事，不是你优秀我就要喜欢你的，它是一种复杂的情感。
就像……我不，我就是你的。你如果不要我，我就从山里跳下去。可是你是飞兽，会飞哎，跳下去啊也死不了吧？哼！他一把拿起那些草药，朝洞外走去。我就把草药碾碎，顺便给你弄些吃的。月上，信息采集环怎么取不下来了？时光机故障时，空间里许多东西都被损坏。信息采集器目前仅剩7个，且几何开关出现故障，不能正常使用。什么？仅剩7个？我们当时可是带了1万个。您的空间里还停着一艘能收集乘客信息的飞艇，或许能够派上用场。您可以……月上的声音戛然而止，叶罗星正在气头上呢，就看见峰哥从洞口飞了回来。他把一兽皮的草药渣渣递给他道：“你吃吧，吃了毒就解了。”你怎么这么快？我只是在这些事上快，在某些事上可不快。你说啥？你怎么这么快？我只是在这些事上快，在某些事上可不快。你说啥？这回换峰哥因为他的一句话半晌接不上话了。他见他现在还凶他，更不高兴了，把草药放到他的手上，就坐到一边用爪子切肉了。叶洛星垂手看着手上的药渣，又看向峰哥脖颈间的信息采集环，最后视线落在他那张极漂亮的脸上，叹了口气，无奈地坐到了他的旁边。他啪地打了自己的手一下：“叫你手欠。”是我错了，对不起，你别打自己了。你要想打就打我吧，我不会勉强你的。哎呀，好啦，我没有怪你的意思，就是我刚刚手痒，所以我就打解解痒。啊？那我给你挠挠。非礼勿视，非礼勿视，我真的不是色狼。好了，我吃药了。干嚼啊，你确定没毒吗？嘿，我确定，我以前中过紫黑花的毒啊，我就是吃的这个，这味药还是我告诉的巫医呢。峰哥一脸自信，叶罗星见他都这么说了，一咬牙把药渣都倒入口中，干嚼吧。他把药印咽了下去。快喝口水。叶洛星正想接过，看着那装着一节空兽骨里的水，还是摆了摆手道：“算了，不用了。他们这里的水还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怪东西或者是寄生虫，还是不要冒险。毕竟出了事儿，打120都没用啊。”洛星，你吃完药就吃些东西吧，你看起来太瘦小了。叶洛星垂手看着干净兽皮里包着的生肉，那肉仿佛还在滴着血呢。他当即就抽出了嘴角，不敢置信地看向峰哥，再次惊疑地冒出几个字道：“帅哥，生吃熟肉啊？”对不起啊，洛星，是我太不细心了，我这就去借火种给你烤肉。不用了，我有吃的。他早已从空箱里掏出一个肉罐头，伴着瓶矿泉水就吃喝了起来。这些东西先前是放在哪里的？这你就不用管了，反正我是随身带着的。你平时就吃这点东西吗？难怪这么瘦小。不行，既然现在我是你的伴侣，我就必须让你吃到最新鲜的猎物。我吃这些就够了。再说了，我哪里瘦小了？洛星，你是什么族群？我兔族的，我生肖属兔，说是兔族也没问题吧？哦，怪不得你先前那么怕我。我们雪橇族虽然是捕食野兔，但是我们不会捕食兽人的。还别说你是雌性，我是不会伤害你的。你如果害怕，我保证，我以后再也不吃兔子了。靠，差点忘了兔子在他们食谱上了，偏个什么物种不好。幸好他们不吃兽人，好险好险。他不止一次地捕捉到他们话语里面有关雌性的信息，而且这些透露出的信息都有些奇怪。你们部落有多少兽人？我们雪橇族部落一共有495个兽人，其中雌兽20，雄兽475，是附近领地中兽人数量中等的飞兽部落。嘿，但是是最强的飞兽部落。雌兽20个，峰哥骄傲点头。是的，正因为我们雪橇部落很强所以才有这么多雌兽，大多数的部落可没有这么多。我去，这还多？雌兽20个，大多数的部落可没有这么多。这还多？叶洛星震惊不已，他终于明白雌性在这里扮演的身份和地位了。你们这里还有火种？峰哥更骄傲地点头。有的，虽然我们远离兽城，但是北地的各大部落都有保留火种。他们会用火，看来也还行。兽城是在哪边？你不知道兽城吗？兽城可远了，这一路上很危险，一般没有重要的事，雌性们不会前往。峰哥，首领叫你过去。我一会儿就回来，等我，刘星。月上，
你知道异兽和岩兽是什么吗？暂时没有相关信息。不过野兽是指不能变成兽人的普通动物，兽人是指能变成人形的动物，巨兽是指普通动物中的变异种，数量稀少，不会异能。月上回答了一堆算是有用的废话。您刚刚降落时，月上在高空扫描到大型的群居部落，里面有原始的房屋构造，大概率就是风哥口中的兽城。房屋？好，我知道了。飞艇的功能正常吗？飞艇功能一切正常，可以随时启用。这时忽然飞来几只雪鸮。你就是峰哥带回来的雌性？臭八怪，峰哥是捕猎被狼咬瞎了吧？看上你什么了？你是谁？我叫海娜，是雪鸮部落的5星雌兽。星雌性，你是什么星阶的雌兽？怎么遇见峰哥的？杰西他们认为，星雌性既然乌黑浮肿，那星阶肯定很高。毕竟星阶会影响雌性的容貌，像海娜这般又美又强的雌兽人本来就稀少，他们也不能过多指望。要知道，海娜可是雪鸮部落最美的高星雌兽人。我没有必要回答你们吧？哼，我看你瘦不拉几的，也不像什么高星雌兽。我警告你，离峰哥远一点。他是我先看上的，就是我的。这么霸道？如果我说不呢？他故意挑衅的语气与动作，让海娜心中的怒意再次升腾。那我就揍扁你！不得不说，叶罗星有些欣赏他整体的形象与气质。他的审美范围常包含小众，他觉得兽氏的雌性不论容貌，还是挺酷的。他一把抓住海娜的手，在海娜愣神时，盯着她的双眼，表露真诚道：“姐姐，你的眼睛真有神。”像是阳光下的宝石，晶莹剔透的，又像是充满神奇的魔力，令人神往。我喜欢你。你少来这套，我一定会把峰哥抢回来的。好的，姐姐，我等你。海娜冷冷地转身，化作一只雪鸮，朝天空中飞去了。与此同时，雪鸮部落首领的洞穴内，年迈的首领灵东坐在石床边，他左右还伫立着10个雄兽。而在他前方约莫100多平的洞穴内，则站着部落4阶以上的雄兽们。首领，他不是雪鸮部落的雌兽，他是我捡到的，我将是他唯一的伴侣。关于这一点，我是不会退让的。可你做不了雌性的主，峰哥，你是我们雪鸮部落最强的勇者，但是到现在都没有遇到喜欢的伴侣。按理说，这次你好不容易遇到喜欢的雌性，我该祝福你，但你不能够这么自私，你应该明白雌性一生不可能只有一个雄性伴侣，即使你是7阶兽也不行，就连兽城的王兽和贵族都不可能独占一个雌性，雌性的伴侣是由他自己决定的。首领说的对，峰哥，你本来该主动向大家介绍新雌性，但你却将他带回自己的洞穴，你太过分了。是啊，峰哥，雌性既然来了我们雪鸮部落，就是我们部落一员了，所有雄兽人都有追求他的资格。峰哥，我们部落好不容易多了一个新雌性，这是兽神的眷顾，我们都想见见他。又一个漂亮的雄兽道：“将新雌性带来这里吧，应该让首领安排他的住处。”他受伤了，我看谁敢动他。想做他的雄兽，先打过我再说。峰哥的眸如寒川，四周的雄兽人们都害怕地后退了一步，因为他们都知道7阶兽的实力有多强。峰哥想揍扁他们，只是时间问题。雄兽们不满道：“峰哥，你……行了，雌性受了伤，确实不适合移动，等巫医回来再说。而且他和峰哥住在一起没有任何问题。部落里来了新雌性是大事，等雌性休息一天，明天晚些时候，我会叫来大祭司和族人们共同迎接雌性的到来。到时候，峰哥你将他带来。”林东的话是命令，而不是商量。你们不怕死就来。他说完，转身就离开了。洛星，你的伤口还在痛吗？还好。我们这里有点冷，你受伤了不能受寒，我搂着你睡一会儿吧。啊，
现在还早哎。现在已经黄昏了，虽然你们兔族的捕猎时间跟我们不太一样，但也不早了吧？黄昏？叶洛星诧异反问。他看着高空中悬挂的太阳，他确认自己没有看错。峰哥也看出了不对劲，他来到他身后，忽然惊讶地问道：洛星，你是中心大陆的族群，那边那么远，你是怎么到这里的？他脱口咬出3个字：是极昼。看来月上说的没错，这里和他们的星球很像，确实可以将这里的兽人当作收集任务的目标。你们雪鸮是夜行动物吧？我们北地没有这样的条件，只有极夜与极昼。而且因为我们是兽人，所以我们的活动时间会尽量与其他族群同步，这样可以更好的捕猎与抵抗外敌。你们是独行的族群？非兽人的雪鸮一般都是独居或者家庭为主，他们通常在檀园岩石大窝，但所有兽人无论族群基本都是群居，且会在相对安全的地方居住。我可以采集兽食野兽的资料作为任务目标吗？不建议。1. 您的采集器不够了，而飞艇只能采集人的信息。2. 兽食的野兽面对的危险太多，而采集时间太长，您的努力可能白费。3. 兽人的资料更适合作为飞艇的原料。24小时制时间已经校准完毕，现在报时19点27分。峰哥，海娜是你们部落里很强的雌兽人吗？峰哥第一次听到他叫他的名字，不由怔住了，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还红了脸。你见过海娜了？嗯。他没有对你做什么吧？海娜是5星的雌兽，除了首领与首领的姿彩之外，她是我们部落最强的雌兽人，而且是雪鸮部落最美的雌兽人，周边许多部落的高阶雄兽都喜欢她。最强最美的雌兽人，而且还有很多高阶雄兽追求。星阶是什么？类似于雄兽的等阶吗？叶洛星本想迂回试探，但最后还是决定直接问。反正因为先前的无知模样，峰哥心中已经对他有了基本的定义，而且他看起来对他无恶意，他实在是没有耐心弯弯绕绕的浪费时间，感觉他好像在看傻子。怎么了？叶洛星结巴开口。洛星。峰哥的目光与语气都很复杂，最后他忽然一把将他给抱住，贴着他的耳畔轻语道：你放心，我认定你了，就算你没有星阶，我也不会抛弃你的。什么意思？叶洛星忽然意识到星阶对雌性似乎很重要。莱特刚进洞穴就看见了这样一幕。首领让我把你今天捕的猎物送来，他说你现在要照顾雌性，以后捕到的猎物可以不用分，还让我带了些雌性喜欢的果子送来。此时峰哥松开叶洛星。我知道了，你可以离开了。我说峰哥，这新雌性不是属于你一个雄兽的，你不要太过分了。你再说一遍。峰哥的声音已经沉得可怕。我不属于你们任何雄兽，我只是我。随你们吧。我没有星阶，也这般丑陋，你还是打算追求我吗？雄兽一旦认定了雌性，就会一辈子忠诚。初见时我认定了你，所以这以后无论你变成什么样，我都会永远追随你。面对峰哥真诚直白的话语，他此时此刻的喜欢不掺任何杂质。叶洛星面对如此纯洁的情感，一时竟不知如何回复才好。不早了，睡觉吧，我有些累了。好，我守着你。峰哥找了一块大石板堵住洞口，在漆黑的洞穴里，他爬上窝，轻轻地搂住了叶洛星的腰，听着他平稳的呼吸声，扬着唇，久久没睡着觉。现在报时，早上6点整。叶洛星缓慢地睁开迷茫的眼，他看着上方凹陷不平的石壁，感觉到有什么东西禁锢着自己，一脚踹向左端，并同时往里移了移，喝道：谁？洛星，你醒了。巨大的鸟头正对着他。我去！叶洛星吓白了一张脸，感受到脚底温热的绒毛密密麻麻的不适感涌遍他的全身。眼前的鸟实在是过于巨大了。峰哥快速变回人形，担忧地凑近他道：怎么了？没事。他此时上下扫视两人，发现自己穿戴整齐，但前方的峰哥依旧半裸。你这样抱着我睡了一晚上？是的，你昨晚冷得直发抖，我就抱着你睡了。放心吧，我说过你伤好之前我不会动你的。说话就说话，别贴这么近。洛星，你的伤好像已经好多了。叶洛星抬起手看了看，发现身上的浮肿已经消了，他再摸了摸脸，
发现脸也不肿了，水泡也瘪了，除了乌黑还没有褪去，就连绷带下的伤口似乎都已经开始结痂了。洛星，你饿了吧？我给你烤了肉，你起来吃点吧。烤肉？你什么时候起来的？叶洛星转向他，疑惑问道。凌晨的时候，我专门去向老兽人请教了怎么烤肉，快尝尝味道怎么样？不喜欢我就重新给你烤。见他这么早起来，就为了给他烤肉，叶洛星眼底划过微光。全属野鸭肉，无毒无寄生虫，安全可食用。叶洛星将肉串拿到嘴边咬了一下。怎么样，好吃吗？味道很好，比我烤的好吃多了。真的吗？那我以后天天给你烤。不过你不是兔子吧？完了，差点忘了，我告诉他我是兔子。兔子好像只吃素吧？我知道了，你的第二兽型是食肉兽吧？你副兽是哪个族群的？峰哥已经给他找好了理由，期待着他的回答。第二兽型。见叶洛星又露出那种迷茫的表情，峰哥都震惊了。他再一次猜测他先前生活在哪里，以至于他连这些最基本的常识都不知道。对啊，兽人都有2种形态，第一兽型就是变成兽之后的形态，是继承母兽的，而第二兽型是变回兽人后，可能拥有兽人部分能力，继承父兽的。比如你和我结侣后生下的崽子，崽子的兽型就是兔子，而崽子变成兽人后，可能会拥有我锋利的爪子，或者可远视的金瞳。而叶洛星听到这神奇的基因变化，眼中充满了兴趣。兽氏不仅没有生殖隔离，竟然还可以开盲盒。所以食肉兽和食草兽结合以后，崽子既可以吃肉也可以吃素。是的，洛香，所以你的第二兽型是什么？我不知道。你试试看能不能换出爪子什么的。我不能，谢谢。叶洛星大概明白了这里面的传承关系，相当于如果生的是雌崽，那么他后代的兽型都是兔子；如果生的是雄崽，那么他后代的兽人形态都会是副兽的基因。那跟我生崽子真是委屈了。为什么这么说？兽人跟野兽不一样，兽人有等级，只要等级高，就算是素食兽也会很强。再说一窝兔崽子多可爱啊！见他那么真诚地说出兔崽子3个字，叶洛星都不好意思说他在骂人。不过他说的可惜可不是这个，而是他根本就没有兽型啊。真跟兽人结侣的话，真是浪费他们基因。这是诚心果，你兽型是兔子，肯定喜欢吃，快尝尝。叶洛星看着面前这颗橙色桃形的果子，礼貌接过咬了一口，果汁流淌在嘴里，有桃子味儿，还有苹果味儿，另外清香四溢，确实很甜很脆，很好吃，谢谢。你不用跟我说谢谢，我照顾你是应该的。这是族人去很远的地方摘的，来去要大半天的时间。你现在受伤了，我不放心把你一个人留在洞穴，等你伤好了以后，我就亲自去给你采摘。这家伙还挺会撩的，不过是用他的真心。陆香，我还给你摘了一些其他果子，你尝尝喜不喜欢？怎么伤得这么严重？嗨，没事儿，一点小伤，一会儿就好了。叶洛星让他在石床边坐下，拿出酒精和药帮他处理伤口。废话，如果是小伤，你一路飞回来早就好了。就是遇到了一群讨厌的岩兽，不过我已经将他们解决了，不是什么大事儿。洛香，你不用管我，你先吃东西。上完药再说。峰哥见他紧蹙的眉，就知道他是真的在关心他。洛星，等你伤好了，我们就结侣好不好？你碰到我伤口了？是又出血了吗？真是对不起，我看看。你不要老是说对不起，我不喜欢，只要学会尊重我的想法就好。感受到他与他的距离忽近忽远的，近时峰哥仿佛一伸手就能拥吻他，远时似乎一丁点的冒犯都能让他永远的消失在他面前。好，你不喜欢我就改，我会学会尊重你的想法。峰哥，等我伤好以后，我就会离开雪橇部落，你没必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叶洛星留在雪橇部落无非就3个原因：一、养伤；二、初步熟悉兽事；三、等待峰哥脖间的信息采集器自动脱落。我跟你一起走，雄兽本就是跟随雌兽的。洛香，我有件事情忘了告诉你。什么事？部落里的族人们想见见你，就在今天下午。行，下午我会去的。你身上的兽皮脏了坏了，我给你重新做一套，你别动，我比比。他拿着白色兽皮在他身上比来比去，随后用针骨和动物经线开始为他缝制套装。他怎么什么都会啊？峰哥坐在一旁穿针引线，叶洛星呆呆地看着他忙碌。洛香，我看你穿得很严实，估计你怕冷，
所以都做了很长。你学过吗？没有，我知道我缝的不好。我今天早上还没来得及向老师请教怎么缝制漂亮的羽毛裙，我明天一定学得会的。洛星，你如果不喜欢就扔了吧。我挺喜欢的。洛星，你真好。那你出去吧，我要换衣服。你换吧，我守着你。叶洛星挑眉，峰哥这才反应过来他话中更深层的意思，转身朝洞穴外走去。我们吃点东西就去见你的族人。其实首领和族人们已经聚集在两边高地了，等你垫垫肚子我们就过去。他们已经聚集了？那我们现在就去？不急的，他们等会儿也没事儿，你先吃东西。边走边吃，他们应该也有准备食物吧。其实他还挺期待见到更多的兽人的，毕竟他对动物有种痴迷。峰哥见此也没有再阻拦他，放好了果子后，变成一只巨大的雪橇停在了洞穴外。待叶洛星稳稳地坐在他的背上，他才长啸一声，冲上了高空。新雌性出来了，搞得神神秘秘的，一会儿还不是要把雌性送下来？虽然海娜说她什么都不行，但毕竟是峰哥看上的雌性，她肯定长得还是不错的吧？一个来历不明的野雌性，不知道他们激动什么。他是怎么独自出现在森林里的，还不知道呢。天空中，峰哥见下面消停了，才一个俯冲，朝左边平台的高处降落下去。峰哥，你给大家介绍一下新雌性吧。首领，他是兔族的，你们吓到他了。风过之前将兔肉处理干净。老非可耻啊！早知道就不说我是兔子了。快让我们见见新雌性吧，我们都期待好久了。就是，就算新雌性又漂亮，情节又高，你也不能一直藏着呀。新雌性迟早会选择其他雄兽伴侣的，你占第一个位置不就行了吗？对呀，据说兔族雌性很是可爱，让我们见见吧。而就在这个时候，叶洛星主动地从峰哥背后走出来。你们好，我叫叶洛星，很高兴认识你们。就在叶洛星露面的瞬间，四周的嘈杂声慢慢地消失了。看着前方那个身材矮小、皮肤乌黑、脸上全是烂创，甚至头发都如此短的雌兽人，不由得眼中都浮上诧异与复杂的情绪。部分兽人眼中的嫌弃难以掩饰，还有部分兽人不受控制地蹙了眉。但所有兽人都有一个统一的想法，在刹那间冒出：这个雌性好丑啊！你好呀，新雌性，我是雪橇部落的首领岭东，欢迎你来到我们的部落。今日是我们为你准备的宴会。首领你好，麻烦你们了。这是我们部落的大祭司加摩，这是我们部落的巫医布尼德，都是部落里尊贵的兽人，你先认识一下。你们好。陆星，你的伤还没好，不能冻着，我带你去火堆那边坐着吧。好。峰哥的眼睛真瞎了，他拒绝海娜的选择，竟然选择了这样一个雌性。他本来脑子就有病，他把这个丑雌性看得跟珍宝似的。现在海娜总算该死心了，我可是期待着做海娜今年的第一个伴侣。还不知道这个新雌性是什么性阶，你们未免笑得太早了。峰哥可不是蠢笨没用的雄兽。我见过那么多雌性，还从未见过你这样的。你脸上的这些烂疮不是心结造成的吧？还有你的皮肤也更偏向乌黑色，你这些明显是因为你不爱干净才会这样，怪不得会被丢弃在森林里。西弟，你这样说可就高看他了，能被丢弃的雌性还不知道他有什么不敢说的毛病呢，指定啊我们听都没听过。你们确实见识短，毕竟连中毒和不爱干净都分不清。你们是雪橇部落的成员，而新雌性是刚到的贵客，你们说话客气一点。不管怎么样，怎么会有部落会丢弃雌性？新雌性一定是遇到了难处。你们不会讲话可以不讲。见首领斥责了他们，西蒂和艾米斯看着叶洛星冷哼了一声，都不再说话了。我替他们向你道歉。小事，我原谅他们了。这个首领看起来还不错。欢迎新雌性来到雪橇部落。我是不是要发表一段感言？您刚刚还嫌弃他们不礼貌。谢谢，不用客气。这新雌性虽然长得不好看，但还挺温柔的。你说的对。等等，不对，嘘。叶洛星额头上仿佛有黑线冒出，还挺尴尬的。首领，让巫医给洛星看看伤吧。我也正这么想。布尼德，交给你了。布尼德点点头，在所有兽人的期待下走上了前，帮助叶洛星查看伤口。文哥，你实在是太过分了，
这个新雌性伤得这么严重，你竟然拖了这么久，你知不知道？但凡一个不小心，他就可能失去性命。不，尼德，你快救救他！需要什么草药我去采，多远我都采回来，他不能有事儿。新雌性，你要有个心理准备，你身上的毒我能帮你解了，你皮肤的颜色可能会变回来，但是你身上的伤口和脸上的烂疮是肯定要留疤的。如果不是你先前服了草药，现在还会更严重。没关系，你帮我把毒解了就行。身上的伤你不用太担心。29世纪最先进的就是医学，要不是身在受世，他身上的毒都不用他们帮忙。至于这些伤疤，等伤好了，他自然有办法处理。大家见他都这样了，竟还能平静地说出这些话，也不知他是怎么想的。部分兽人觉得他怪异，也有部分兽觉得他温柔。布尼德再次无奈地叹了一口气，就去帮叶洛星配药了。叶洛星，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部落的雌兽人吧。雄兽你不需要全部认识，但雌兽可以熟悉一下。好。他叫艾米斯，是我们部落的4星雌兽。他叫西蒂，是我们部落的6星雌兽。除了我之外，他是我们部落星阶最高的雌兽，也是我唯一的雌崽子。原来他就是比海娜星阶还高的那个雌兽，看来他极有可能是雪橇部落的下一个首领，怪不得他气势还挺强的。你好，我叫伊安，是部落里的5星雌兽。你好。哎，洛西，你是怎么拿下峰哥的呀？你把他睡了没？你要搞快点，小心别被海娜抢了去。哎呀，一会儿回去你就把他给扑了。我可从没见过峰哥这么护着一个雌性，他是我们北地最强的凶手，各方面能力都很强的，绝对能够满足你的所有需求。结旅后呀，你肯定会喜欢他的。而且呀，海娜可是很强势很厉害的，如果他诚心要跟你抢，时间拖久了，你肯定抢不过他。峰哥在旁边骄傲地挺直了背，这些是可以直接说的吗？我暂时没有这方面的打算。洛西，你竟然还没有结过旅，你没有伴侣的吗？很意外吗？丑陋的兽人自然没人要，你大叫什么？我终于知道峰哥为什么喜欢你了。他看了一眼叶洛星旁侧的峰哥，压低声音道：这么看来，峰哥能成为你的第一个伴侣，也算是占便宜了。他们是你的伴侣？是的呀，我现在总共收了12个伴侣，他们6个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还有6个出去捕猎去了。多少？我知道我的伴侣数量不够多，他们总体的等阶也不如海娜的伴侣等阶高，可我刚成年不过6年，后面我会努力多收优秀的雄性伴侣的。月少，我刚刚是不是耳朵聋了？也对，您的听觉能力正常，发福利喽！滚！当他的视线再次划过那些雌兽身后的雄兽人们，他的表情再也不像之前那般淡定了。他试探地开口询问道：那些都是他的伴侣吗？是的呀，西蒂年龄比我大，他现在有15个伴侣，今天在这里的只有8个。而艾米斯现在有22个伴侣，他是我们部落伴侣最多的雌兽。除了西蒂和海娜，他也是最漂亮的。他喜欢收各种各样的伴侣，他的伴侣里还有白熊族、白狐族、白狼族的雄兽人，他收的种族可齐全了。他是我们部落伴侣最多的雌兽，他喜欢收各种各样的伴侣，他的伴侣里还有白熊族、白狐族、白狼族的雄兽人，他收的种族可齐全了。我去，他跟这收集盲盒呢，全图鉴是吧？叶洛星是想过兽氏是可能一妻多夫的，但是他从未想过这种现象会这么夸张。他们收的伴侣数量再持续增加下去，开个后宫也没问题啊，这得累死吧？不会呀，虽然雄兽很多，但雌兽又不用跟每个伴侣都生崽子，雌兽愿意跟哪个伴侣生就跟哪个伴侣生，累了就不生啊，怎么会累呢？伊安见他表情怪怪的，又紧贴着他开口道：哎呀，我们这都不算什么，那些小部落只有1-2个雌兽，每个雌兽收50个伴侣都很正常，就连我们隔壁白熊部落最优秀的雌兽，目前也已经收了30个伴侣了。叶洛星目瞪口呆，表情开裂。30天全年无休。伊安听出了他话语中的颤抖，像是猛然明白了他话语中的意思。原来你是在担心这个呀。洛星，你身体这么瘦小，看着确实刚成年不久的样子，肯定不能这么折腾的，但在这方面呢，雄兽们精力是挺旺盛的。还好你现在就峰哥一个。行了，别说了。而峰哥则被叶洛星微红的耳尖吸引，
他没想到他喜欢的小雌性这么害羞，心中不由得微微荡漾。这么听起来，洛星这么怕累，目前应该就不会再收其他伴侣了吧？洛星，你饿了吧？快吃点东西。峰哥把已经烤好的肉串递给他，谢谢。你们上前跟洛星打个招呼吧。新雌性好。你们好。洛星，我跟你介绍一下我们部落的雄兽吧。而旁侧峰哥的表情猛地就沉了下来。我们雪鸮部落共475个雄兽人，其中7阶雄兽1个，6阶雄兽3个，5阶雄兽28个，4阶雄兽135个，3阶雄兽152个，剩下的156个都是1阶到2阶的雄兽。要知道，在普通部落中，只要有几个5阶雄兽，就已经算是很强大的了。这样看起来，雪鸮部落在北地的实力确实非常强。我们部落里有个6阶兽是外来的，他是海娜的伴侣，而其余2个中有1个出去捕猎了。今天在这里的是6阶中最强的那个，我给你介绍认识一下。很快，他便锁定了左边不远处的一群雄兽人。图亚斯、特莱、摩森，你们都过来。听到易安的点名，除了他口中的目标们，其余兽人们也多多少少的往这边聚集了视线。易安雌性。图亚斯带着几个5阶俊美的雄兽人向他见礼。洛星，前面这个就是6阶的雄兽图亚斯，后面的特莱和摩森你都见过了，他们是我们部落里单身的5阶雄兽，还有后面那几个分别是……易安一一给叶洛星介绍，叶洛星依次朝他们点头，他们也向他礼貌见礼。他父亲是白熊族的，所以身形高大，古铜色的肌肤上全是结实凸起的肌肉，金色的婴瞳透着凶狠，站在坐着的叶洛星面前，像一个矗立的巨人。叶洛星点点头，尴尬地移开视线，因为他坐下的角度，无论是高大威猛的图亚斯，或者是高壮冷酷的特莱，总之他们仅穿着短窄的羽毛裙，他一抬头就能看到他们的真尴尬。入乡随俗，习惯就好。不说话没人拿你当哑巴。新雌性，你怎么会独自出现在森林里？我不是北地的，被岩兽抓了，逃出来就在吉川森林了。听到他的回答后，四周的兽人们都表露出同情。没想到新雌性竟是被那些残忍的岩兽抓到这里的，真是可怜，想来受了不少苦吧。而旁侧的峰哥更是心疼的想要抱住他。那看来你很难回去了。不过岩兽竟然没有强行跟你结旅，你还能成功从残忍的岩兽手里逃出来，还真是意外。你很幸运，新雌性。图亚斯话里有话，显然并没有完全相信他的话，他嘴角的笑都透着怀疑。图亚斯，你最好别说不该说的话。他知道他是在试探洛星，但他不允许他怀疑洛星。他冷冷地盯着他，眼中满是警告。新雌性，你是几星雌兽？图亚斯，我说行了，部落聚会禁止冲突，你们想被首领惩罚吗？特莱，你过来。西地雌性，你有什么吩咐吗？你没事做吗？管什么闲事儿？我记得你之前向我求旅，我还没答应你。我不喜欢事儿多的雄兽，你不知道吗？对不起，西地，我以后不会了。好了，坐我旁边吧。西地打一棒给个甜枣，看着特莱那控制不住溢出眼眶的惊喜，这一幕也再次看呆了叶洛星。他恨不得给西地竖起大拇指。他本以为原始社会的感情都是很粗暴直接的，没想到在粗暴直接之外，西地的手段这么厉害。他可真牛！我知道你在护着我，但我刚来第一天，别因为我跟族人起冲突，听话。好，我知道了。叶洛星堵回了峰哥欲出口的话，感觉到洛星紧紧抓着他的手，而且还用这么温柔的语气跟他说话，峰哥顿时就臣服了，乖乖的点了点头。西地见叶洛星这么容易就劝住了峰哥，而且看着峰哥变得一脸花痴的样子，西地眼神冷了冷，也不知道峰哥到底是看上那丑八怪什么了。洛星雌性，你觉得我身材怎么样？我警告过你，别靠近他。追求雌性是每个雄兽的权利，即使是峰哥你，也没资格阻止。哎，雄兽们为追求雌性打架是很正常的事啊，他们有必要在喜欢的雌性面前展示自己的实力。洛星，你不该阻止的。他们不会有事吧？哎呀，你放心啦，不会的。洛星雌性身上还挺香的，而且还软。他后面的话还没说出口，叶洛星和峰哥就同时沉了脸。他确实欠揍，2个美男兽在为你打架耶！得了吧！叶洛星无语。若说峰哥是为了他，他相信；而图亚斯那个家伙，以叶洛星的阅人经验来看，他分明就是想跟峰哥打一架。
故意借他挑衅峰哥的，他的目的性实在是太明显了。你说他们的战斗过程，我可以作为收集资料的一部分吗？也对，你简直毫无人性。你是真不担心峰哥出事啊？你眼中还是一如既往的只有任务。你是人还是我是人？叶洛星还是让月上把战斗画面记录了下来。刚开始，图亚斯还是能够反抗峰哥的压制的，甚至偶尔几个婴童冷冽的爆发瞬间，他和峰哥勉强做到了4、6开，但不出2秒就被峰哥强制性的给扇飞了出去。这一幕刺激眼球，也真的让叶洛星更加了解了不同等阶的雄兽拥有的实力。峰哥、图亚斯，你们给我滚下来！再有下次，我撕碎你！你们2个知道今天是什么场合吗？峰哥与图亚斯3日的食物减半，并且这期间不许靠近雌性。叶洛星雌性，你晚点搬到我隔壁的洞穴吧。罗青。叶洛星与峰哥委屈的镜头对视，他知道他在想什么，但林东的建议对于他来说不一定是一件坏事，毕竟他和峰哥不会有结果，不如早点远离，断得干脆些。首领，这种惩罚方式不妥吧？毕竟谁都不知道某些雌兽会不会为了接近高阶雄兽而故意送他们食物，而获取高阶雄兽的好感呢？是吧？无家可归的可怜小白兔。你口中的某些雌兽是指你自己吗？海娜哼笑一声，看向他旁侧的峰哥，自信又傲气道：峰哥，你眼睛瞎了1天也该好了吧？我再给你次机会，你当着所有族人的面告诉我你要向谁求侣，我可以今天晚上就收你当我第9个伴侣。海娜挑伴侣的眼光向来高，她的伴侣中就没有5阶以下的，也因此很多高阶兽打红了眼，就为了做他的伴侣，甚至不少雄兽以此作为终身的目标，一辈子不结侣都愿意。兽神啊，我没听错吧？海娜竟然说今晚就和峰哥结侣。他对峰哥也太好了吧，竟然能这么容忍他。如果海娜愿意这样对我，我愿意立刻奉献我的生命啊！海娜，我们似乎还不知道新雌性的星阶。很显然他是故意的。峰哥等阶那么高，西帝自然也有意收峰哥当伴侣，不管峰哥喜欢谁，总之是不能便宜了海娜。是啊，首领，先让大祭司给新雌性测测星阶，再说其他的比较好。艾米斯也跟着拆海娜的台，那个丑雌性不足为惧，峰哥那么高的等级，绝不能被海娜收了去啊！他还想找机会把峰哥给摔了呢。你看看这一幕啊，峰哥像不像是一只纯洁的小白兔掉进虎狼窝了呀？我感觉这些雌兽要把它撕吧吃了。我看出来了，不过他们可不只是单纯的对食物的贪图，他们是想扒峰哥的羽毛群啊，而峰哥好像只想扒你的。你可闭嘴吧你！叶洛星雌性，你也看见了，有族人对我的处罚存有异议，而新兽人进部落，测试星阶是该有的流程，无论是雌性还是雄性都没有例外。但如果你今天不方便，我们可以改天再测。其实林东对叶洛星的星阶很是好奇，因为没有兽人能够秀出他的实力。没事，今天测吧。其实他也想知道兽人口中的星阶到底是什么。不行，陆兄，你的伤太严重了，这件事还是改天再说吧。没事，早晚要测的。峰哥，你什么意思？新雌性自己都同意了？就是，我们知道新雌性星阶肯定高，难道你还想藏着掖着？你独占新雌性2天也够了，首领和大祭司还在这儿呢。高阶雌兽本该获得更多高阶伴侣和雄兽的追求。峰哥，你别引起众怒啊！海娜见此场面，朝西帝冷笑一声：“哼，小心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不可能！西帝喃喃，他看叶洛星像刚成年的样子，星阶不可能很高，最多就是跟他一样呗。可恶的海娜，可恶的新雌性！叶洛星雌性，这边请。叶洛星点了点头，松开峰哥的手，朝林东指引的方向走去。加莫大祭司，请问我们要怎么测试？大
大祭司向他礼貌点了点头，并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而是举着法杖围着他开始转圈，并且口中念着一些他听不懂的咒语。叶落星怔住了。你看见了吗？他们有魔法。看见了，真的不可思议啊！叶落星盯着那蓝光出神。这时大祭司一抬手，图亚斯扛着一头猎物走进圈子。当他把那体长5米、重约1000公斤往上的巨大北极熊往他面前一砸，落星雌性，大祭司，可以开始了。新雌性，你现在只需净化你眼前的食物，尽你的能力就行，不用勉强。我会为你测试星阶。净化。他垂手看着面前的这只北极熊，他确实发现它与先前那些处理好的食物有些不同。它毛下的皮肤泛着紫，眼眶乌黑，就像是受到什么污染一样，像是中毒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测试星阶必须用大型的野兽，因为这样才能知道你具体的实力。如果一头测不出，还需要不停地增加。虽然我觉得凭你的实力也不至于要增加猎物的地步。你大可不必担心变丑，毕竟你已经够丑了，再丑也不过是从反胃的程度到非常反胃的程度。再说，可是你自己说今天测试的，没有谁逼你，可别浪费大家时间。他有伤在身，今日测试可能会使他的伤势更严重，我看还是改天吧，别给他满是疮疤的脸上雪上加霜了。不行，就今天测，只要洛星的星阶高，外形不好又怎么样？不会是某些兽人怕洛星的星阶测出来比他高，所以才不敢继续的吧？哼！叶洛星看着气愤的西蒂，心中无奈道：“我可真是要谢谢你啊，易安。”哼，继续测吧，我倒要看看他星阶有多高。西蒂被他们激怒了，也不再拦了，反而像是一个斗士一样紧盯着叶洛星。他就不信了，就算他天赋异禀，有5星或6星的实力，可自己身星这么久了，他人在他之下。新雌性，开始吧。好。其实净化系的异能他是会的。叶洛星抬起手，手掌正对着下方的猎物，掌心中慢慢溢出一片白色的光芒。大祭司与周围的众兽们眼看着那白色光芒越来越耀眼，越来越强烈，他们不由得瞪大瞳，眼中露出惊讶的神色，就连海娜和西蒂等雌兽的脸色都不由得变了。天哪，我没看错吧？新雌性的星阶光芒竟然这么浓烈，这种强度，它的星阶起码在7阶以上吧？不，我看着可不止，起码得是8阶了。我从未见过这么强烈的星阶光芒。哎呀，这新雌性果然很强啊，怪不得峰哥要把它偷偷藏起来。我这先前真没礼貌，等会儿我一定要亲自向新雌性赔罪，请求他的原谅啊。他就是8星，我曾在兽城的高星雌兽身上看到过这种光芒。我向兽神发誓，我一定要追求这个8星雌兽，此生我都任凭他的差遣。哎呦，你别做梦了，8星雌兽怎么会看上你呀？但我愿意为他此生都不解履。峰哥真是狡诈，竟然想偷偷藏着8星雌性。但是这样也能理解吧？整个北地连7星雌性都极少，峰哥虽是7阶雄兽，但是要配8星雌性，可还是差了一些。8星，且从未结过履的雌兽，洛星，你真的是深藏不露啊！海娜和西莉的眼神也早已难用震惊来形容，他们是想过他的星阶肯定高，但从未想过他的星阶能高得这么离谱。洛星，你……峰哥想起叶洛星之前连星阶是什么都不知道，可他是怎么拥有8星的实力的？好啦，收收叶队，别太勉强了，你忘了你的异能还没有完全恢复呢。叶洛星当然知道，所以他只是试着调用了一下净化系的异能，但他发现兽势灵力太强，他的身体还是难以适应。他开始试着用净化系净化面前这只大型的野兽，在所有兽人震惊期待的目光下，他感觉他的身体被强大的力量冲击着，他的皮肤似乎都被绷紧了。新雌性，不用勉强。大祭司加摩看出他的不对劲，适时提醒。叶洛星尝试了几次，而面前的野兽还是一丁点变化都没有。他的紫色皮肤没有恢复正常，他的眼眶依旧是乌黑，
最终在月上的提醒下，叶洛星收回手，终止了这次净化。抱歉，我净化不了他。大祭司加摩就一脑袋的省略号，围观的众兽人们一脑袋的问号。你是在开玩笑吗，新雌性？那么强烈的星阶光芒，你竟然净化不了一只白熊？若曦，你……海娜直接道破。你不想变丑可以直说，不用这么骗我们。我现在没有星阶，净化不了任何野兽，实在抱歉。可以让我测测吗？耶罗星见他示意的看了看那颗蓝色的水晶球，于是将光芒推进的右手放在了上面。所有兽人都紧盯着那颗水晶球，接着就在大祭司呆滞的眼瞳中，那颗蓝色水晶球的光芒越来越暗淡，越来越暗淡，最后那光芒直接消失了，惊呆了大祭司，也再次惊呆了众兽人。你竟然真的没有星阶？什么？新雌性没有星阶？这怎么可能？他们还未见过没有星阶的雌兽，那不是残疾兽吗？再怎么也该至少有1星吧。搞了半天，原来是光打雷不下雨啊！哼，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没有星阶的雌兽，那不是比残疾兽还不如？可别侮辱残疾兽，他长相丑陋又没有星阶，完全就是没用的废物。本来见他容貌丑陋，还以为他星阶很高呢。叶洛星听到了他们的议论，表情无语又无奈，确实浪费半晌时间。屁用没有。别说脏话。也对，你被兽人们嫌弃了。无所谓，大不了就提前离开。可你净化系早就修满了，刚刚调用的不过是1%。你不是废话吗？好像确实，目前来说，你就是个废物。废物。洛星，别怕，我会保护你的。这是一声尖锐的鹰啸，打破了这诡异的氛围。我们被岩兽偷袭了，他们数量太多，凯蒙和索奇他们都受了重伤。巫医在哪儿？都是那些岩兽，快把他们背到巫医洞穴去。你还是先回峰哥的洞穴吧，其余的事情事后再说。好。洛星，我们现在可以结旅吗？哈？我只是想着，如果我们现在结旅，你就可以更安全地待在部落了。峰哥的言语真诚，他看出了族兽们对叶洛星的不友善，再加上现在延寿的事情，他怕中间出现什么意外。如果他是洛星的伴侣，就可以更好地保护他了。可我现在伤还没好啊。对不起，洛星，我不该在这个时候说这些的。我不是说了吗？别总说对不起。是因为我又做错了事。海娜她……我跟她没有关系。我没误会什么，我只是想起一件事。你之前不是说你身上沾染了我的味道，就没有雌性要你了吗？可根据我今日看到的，很明显，雪橇部落里的雌性都很喜欢你，而且海娜还愿意立刻收你当伴侣。我想，不只是雪橇部落，凭你的等级与容貌，周围部落的优秀雌性都是愿意收你的吧？你可以很容易就找到一个伴侣。叶洛星观察到他脸上的愣怔与他神色的不自然。你骗我呀，峰哥啊！洛星，我不许说对不起啊！你这只鸟倒是挺狡诈的。洛星，我只是想要成为你的伴侣，我喜欢你，我想跟你一辈子在一起。我是怕你不要我才说那些话的。你不要生气好不好？从遇见你开始，这里只为你跳动，你可以随时占有我的一切，包括现在就取走我的性命。在异性之间，叶洛星许久没有见过这样真挚的双眼了。面对这样的人，面对这样的画面，叶洛星承认他有刹那的心动，但正因为如此，他该让黑暗远离这份真挚的情感。峰哥，我跟你讲的够清楚了，我不喜欢你，我不会收你当伴侣的。你可以重新追求一个喜欢的雌性，今天晚上我就会搬离这里，你听明白了吗？叶洛星的话语残忍，他向来都是这样，做好决定后就不会藕断丝连。你是因为我骗你才不要我的吗？还是因为他们享受我才不要我的？是不是我不够好？洛星，我会改的，我都会改的，你相信我，我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海娜是几次享受我，但我都走开了，我们没有任何过多的接触。洛星，我将全部的自己交给你好不好？洛星，
我将全部的自己交给你，好不好？峰哥，起来，不然别怪我不客气了。洛星，你喜欢什么样的凶手，我可以变成你喜欢的样子。我要好好的跟老兽学习怎么照顾雌性，你再给我一点点时间好不好？就一点点。我过去的时间都用来升阶了，在北地，我可以保证你不受到任何伤害，而且，我的身材很好，你真的不想试一试吗？我可不只是等阶最强。我去，峰哥你在干嘛？你在勾引我吗？这个漂亮的熊兽人真是……系统都惊呆了，滋滋了2声，跃上惊叹道：“猫爷，非礼勿视，非礼勿视！”说完这句话，刚离开休眠不久的系统又自动地进入了休眠中。这一次是真的休眠了，毕竟他也不想看到什么不该看的东西。他作为系统，要尊重主人的隐私。你给我起来！叶罗星已经是咬着牙说出了这句话。除了他已经生气了之外，还有就是这个男人真的很会拿捏一个成年女性啊。他不能被他勾引，不能被他撩拨风。忍住啊，叶罗星！洛星，峰哥微微低头，一口热气轻轻地吞吐在他的颈窝处。叶罗星只觉得全身一麻。峰哥扬唇笑了笑，牵起他的手放在他的胸肌上，然后一路往下，经过他紧实的腹肌、人鱼线，然后……我的身材怎么样？喂你！我真不客气了。叶罗星顺手从空间中掏出匕首，抵在他的脖颈。想杀了我吗？我说过，我的生命是你的，你想要杀我，我不会反抗。叶罗星见他真不要命了，抱歉，我并没有这种想法。洛星，他再次俯身，将脑袋埋进他的颈窝。可以不搬走吗？我不喜欢你啊。没关系，别搬走好不好？你重新追求一个喜欢的雌性吧。可我只喜欢你，所以让我重新追求你吧，洛星。不是你说的吗？让我重新追求一个喜欢的雌性，因此我给你答案了。时机到了，你小心，今天下午那群兽人奇奇怪怪的从林东的洞穴里面涌出来，接着西地又追上他们，发生了奇怪的一幕，我觉得跟你有关。很快他就到达了首领的洞穴。叶洛星雌性，你有什么事情吗？首领，我能救那些熊兽。新雌性，感谢你的好意，你不用为这件事情担心。林东自然不信叶洛星的话，毕竟看病是只有巫医才会的，而这个世界巫医甚至比雌性还要稀缺。他们的伤口开始肿胀或者腐烂了吧，并且同时伴有脓水流出，他们的身体开始高热，巫医已经没有办法救治了。你怎么知道？你说的没错，他们确实已经没救了，连布尼德都没有办法，北地也就没有巫医能救他们了。布尼德是北地医术最好的兽人，我既然能说出他们的症状，就不是单纯的说说而已。我确实能救他们，如果您相信我的话，但是不能拖太久。不过在此之前，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什么问题？心结是什么？林东听到他的话懵了。你知道变异野兽的事情吗？叶洛星摇了摇头。1000年前，雌兽和雄兽都拥有星阶的能力，星阶能够使兽人的实力增强，捕获更多的猎物。可从某一天开始，森林里的野兽都发生了变异，只要兽人捕食了它们，便会中毒身亡，无药可医。而这种变异从最开始的小范围逐渐蔓延到所有大陆，并且连海域都不能幸免，最后连食草兽的食物都在逐渐减少，到处都充满了这种毒。兽人们没有食物便会面临灭绝。当时所有的大陆都充斥在血腥中，兽人们为了果腹自相残杀。等兽人的数量逐渐减少，所有的兽人都明白，他们终将消失在这个世界。这是神圣的大自然母神给予兽人们的惩罚。因为兽人的过度捕猎，野兽们在这个世界很难存活下去，所以兽人终将灭绝。而也在这时，拥有神阶的大祭司们聚在一起，代替兽人们向母神请罪。他们的死换来了兽人们的新生机。从那以后，
雌兽们拥有了新的星阶能力，它们可以用新的能力净化那些有毒的野兽和植物，并且随着星阶增强，净化的能力也会越强。可他们如果选择这种能力，他们将丢失先前的星阶能力，自身的实力会急速的减弱，并且那些毒素会少量的进入他们身体，影响他们的外形，让他们越来越丑陋。但是他们还是选择救助所有的兽人。他们愿意奉献自己救助同伴，因此母神也赠予了他们奖励。从那以后，所有的雌兽都受到母神的庇护，只要与雌兽结为伴侣的雄兽就永远不能背叛他的雌兽伴侣，否则就会死去，并且当雌性身亡时，他的伴侣也会跟着死去。所以拥有神职的大祭司是每个部落里十分尊贵的兽人。是这样的，因为一旦做了大祭司，这个雌性就永远不能结旅。同样的，巫医也是。首领，带我去巫医的洞穴吧。叶落星雌性，我直接点讲，他们现在这样下去也是死，为什么不让我试试呢？如果我能救他们，我只有一个要求。好，我带你去。陆星，我不知道为什么又晕了，你没事吧？是我把你弄晕的，我没事。叶洛星承认的直接，他先前怕他醒，还特意加大了药量。他也知道以他兽人的体魄，这些药量对他不会有什么伤害，没想到他还是醒得比他预想中的要快。啊？刚好我有事需要你帮忙，你跟我来。好，你说什么就是什么。2分钟不到，3道身影就出现在了巫医的洞穴。布尼德，怎么样了？还是没有好转吗？他们身上的伤太严重了，并且还中了蛇毒。送回来的时间太晚，尽管我给他们吃了解毒的草药，可是体内还有毒素。首领，我实在是……布尼德欲言又止，林东知道他想说什么。叶洛星走上前查看那些雄兽的情况。叶队，他们的伤也太严重了，你是不是拖太久了？这3个确实非常严重，仅凭手术是救不了的，不过可以用治愈系异能辅助治疗。全部手术肯定来不及的，除了那3个，其余14个你几乎都要用异能来治疗。可你现在的身体根本承受不住，你别勉强。放心吧，我心里有数。海娜和莫查格只冷扫了他一眼，便朝着洞中的林东和巫医走去。木兽，这是在干什么？叶洛星雌性说他能救凯蒙他们。什么？木兽，你怎么能这么做？是啊，首领，你怎么能相信那个丑新雌性？对不起，我已经救不了凯门他们了，现在只能这样。布尼德，真的没办法了吗？没有，连布尼德都没办法了，他能做什么？好了，莫查格，我已经做好了决定。哼，就怕到时候凯蒙和索奇他们连尸体都不剩。你究竟想做什么？离我的伴侣远点儿。首领，我治疗时不希望被任何兽人打扰，在明天清晨之前，可以不让任何兽人靠近高地吗？可以。嘿，你敢动我的族兽？想来西蒂已经从那些雄兽的嘴里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风哥，你敢拦我？这件事是我同意的，别闹了，西蒂。将他带走。他狠瞪了叶洛星一眼，叶洛星直接忽视他。很快，高地上的其他雄兽也在林东的命令下离开了。风哥，你可以帮我守着高地吗？在我救治完成之前，不允许任何兽人靠近，也包括你。这期间，你不能偷看高地上发生的任何事。说出后面那句话时，叶洛星心中略微忐忑，因为他要风哥帮忙，却不告诉他原因。风哥眼中确实有疑惑，他不觉得凯蒙他们还有救，他似乎有什么猜测，回了一句：虽然我很好奇，但我答应你，我会守好的。显然他跟林东一样理解错了，以为叶洛星是想努力为部落做些什么，好留下来。开始了，调出金云号，开启飞艇保护模式。金云号已调出。叶队，如果这些兽人中途醒了怎么办呀？放心，他们醒不了。他先用治愈系异能保住了他们的最后一口气。采集乘客信息，简直毫无人性。叶队，你果然另有目的。金云，帮我实时监测他们的心率，随时关注他们的状态。本来是想收集某个族群较完整的资料，就需要观察采集这个族群中更多的个体信息。
然后进行资料综合分析。对于他们的研究来说，最强者的信息高于个体综合信息，高于最弱者信息。如果有机会，自然全收集是最好的。青云，帮我实时监测他们的心率，随时关注他们的动态。叶队请放心，这里交给我。青云已经开始执行任务。现在还真是在救助动物。小齐的智能机械臂放置在了手术床上，开启手术智脑，开启智脑手术助理，床位下调3档，设备调试1次。叶洛星作为特勤组的队长，战斗力是毋庸置疑的狂和猛，而又因为他的第二系是治愈系，所以同时学习了中医和西医。他的身体经历过改造，再加上他本身极强的天赋，所以他学什么东西都比常人要快，也能够同时吸收更多的知识，且更容易精通一门技术。这是他不可被剥夺的实力，也是他从训练营脱颖而出，又一路闯过残忍的末世，进入新时代特勤处的底气。叶罗星认真地做着手术，每次看着她认真的模样，月上都觉得这个女人过度迷人。时间流逝得很快，眼看就到了午夜时分。图亚斯想飞上高地看看，却被一直守着的峰哥拦下。峰哥，你别忘了，你是雪橇部落的勇士。凶手找到伴侣后，只需要臣服于他的伴侣。你是说那个所有兽人都嫌弃的废物？听他这么说，峰哥当即冷了声。你嘴巴放干净一点，要不是洛星让我守在这里，我早就扑过来揍你了。快滚！你要真当了他的伴侣，就等着饿死吧，你迟早后悔。图亚斯果然被峰哥那个家伙拦下了，有峰哥守在那儿，首领也同意了，我们根本不可能将凯蒙和索奇他们带下来。那个丑雌性不会趁凯蒙和索奇他们受伤，强行和他们结旅吧？摩森冒出这么一句惊人的话，他不是不知道凯门他们的伤有多严重，只是那个废物忽然将他们带走，还不让任何兽人靠近。摩森实在很难想象到其他的可能，总觉得那个恶心的雌兽真能做出这么肮脏的事情。我看他可能会做出更过分的事。什么？他早就看出了兽族对他的态度不好，雌兽们向来骄纵，而他这种越丑的心思就越恶心。我怀疑他想将凯蒙他们分尸，以此来报复我们，甚至很可能将凯蒙他们吃掉。他们的猜测越来越离谱，终究是因为他们并没有把叶洛星当个兽人。他不是只食草族的野兔子吗？什么兔子？我白天还看见峰哥在给他烤肉，他腹兽肯定是食肉兽，但他做什么都遮遮掩掩的，还不知道他腹兽是个什么恶心的物种。别是什么秃鹫虫族之类的，那可真是比岩兽还恶心。他是雌兽，就算做了过分的事儿，首领也不会杀他的。莫查格，你想怎么做？我绝不会再让他留在雪橇部落。他不是说他被岩兽抓到北地的吗？既然他那么喜欢岩兽，那就将他送给岩兽好了。他本来第一次见叶洛星就看他不爽，了解了峰哥跟他的事后，就更加看他不爽了。现在他竟然还敢对凯门和索奇他们下手。莫查格如果不毁了他，那这口气就一直堵在胸口。手术室内，光束之下，叶洛星精神高度集中，已经忙到双腿发软了。青云，再给他们注射一针麻醉。算着时间，他们该醒了。是。月上眼看着叶洛星的脸色越加苍白，到第8个兽人时，他的脸上已经没有了血色。月上还是忍不住开口道：叶队，你先休息会儿吧。月上想开口叫他放弃他们的话，还是没有说出口。他知道叶队一旦做了决定，就不会半途放弃。清晨了，没时间了。青云，资料收集完成了吗？收集完了，叶队。29世纪已经很难见到动物了，几乎每个人都对动物有着憧憬。丧尸毁坏了人类的城市，也毁坏了生态链。大自然需要动物，人类也需要他们。我这次带着任务误入这里，尽管他们是兽人，但我也不能不管他们。我借用了他们的基因与资料，这点救助就当是举手之劳了。叶洛星齿间的绿光越来越暗淡，他的脸色几近透明，但伤患也仅剩下最后2个了。时间已到7点40，在7点时，高地下方已经吵了起来。峰哥，你不是说在清晨之前不许打扰吗？现在都什么时间了，怎么上面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他到底把索奇他们怎么了？他不会是没能救下他们，自己逃跑了吧？你快让开，我们必须上去看看。
洛星不会逃跑的。峰哥坚定道，他既然让他守着，他愿意相信他。你可真是好骗啊，峰哥。他本不是我们雪鸮部落的，对我们的族兽自然没有感情。可凯蒙跟索奇可是你多年的伙伴，如果他将他们折磨的尸体都不剩，我看你怎么面对大家。那个丑八怪在上面折腾了一晚上，不知道干了多少恶心的事儿。他们小部落的兽人就是狡诈，他如果胆敢伤害我们雪鸮部落的兽人，我一定要他好看。峰哥，你再不滚开，我们就动手了。赶快让开吧，峰哥，可别让场面不好看了。雌性们都来了，你总不能让雌兽们跟你一起等吧？说得对呀，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但凡凯蒙他们还活着，早就露面了。就是，他不是说的只需要1个晚上吗？可现在早就到了第2天清晨了。海娜说的对，你难道不担心凯蒙他们吗？他说不定都不在上面了，我们还在这里吵架。峰哥因为他们的言语，目光越加深沉。他知道现在时间确实不早了，可上面什么声响都没有。别说现在了，就是昨晚，峰哥守了那么久，也没有听到任何动静。他心中其实也是担忧忐忑的。洛星让我守在这里。峰哥坚持地冒出这句话，能拖一会儿是一会儿吧。峰哥，你太嚣张了。莫茶哥早就来到这里，他已经看峰哥不爽许久了。你是要为了那个雌性跟大家作对吗？峰哥，你最好想想值不值得。今日我们就把话讲明白些。我不说新雌性怎么样，但凭峰哥你的实力，明明就可以找到更优秀的雌兽。这件事儿是他自己向首领提议，现在将大家晾在这里，这又算什么呢？如果他趁凯蒙他们受伤，对他们做了什么，峰哥，你后悔都来不及。我也觉得，乌伊布尼德不安了1个晚上，现在也忍不住了。而一旦他开了这个口，那峰哥就必定守不住，部落里的兽人们会一拥而上。偏偏就在这个时候，一道雌兽的声音响起：“现在时间还早，我们再等会儿吧。”对，首领，时间还早，再等会儿吧。林东刚刚一直没说话，他心中也在思考犹豫。此刻见峰哥和易安都用同样的神色看向他，他知道两兽还在为叶洛星争取时间。再等一会儿吧，如果还没动静，我们就上去。冲什么好兽人，多管闲事。随着时间缓慢的流逝，莫查格他们的脸色漆黑如昼，似能滴出墨来。时间来到8点整，叶洛星已经完成了救治，他疲累地靠在床沿上。我觉得你需要休息啊。我休息3分钟。你自己的伤都没有用异能治疗，却硬帮兽人治疗，耗干了异能。你也知道耗干了，我先前异能还没有恢复，现在好不容易恢复了一些，可能是因为身体还没有完全适应吧，所以现在只要一使用异能，我这具身体与异能的融合程度就会变慢。比如说这次，我身上的伤药品就能治好，没必要再消耗自己的异能与身体了。那你还用治愈系异能帮他们？因为你现在过度耗费异能，你的净化系异能短时间内是很难使用了，包括你的战斗力都会恢复得十分缓慢。因为他们与任务相关，别忘了我们来到这里的目的，什么事情都没有任务重要。搞定了，青云，下次见。下次见，野队。叶洛星看着空地上那17个雄兽，正要通知峰哥，就听到高地下方传来一阵嘈杂声。麦迪、图亚斯，你们将他拉开。峰哥，让大家上来吧。好了，都上去吧。哦吼，他们找你打架来了。丑八怪，你果然将凯蒙他们治死了，我撕了你！你最好闭上你那张臭嘴。你害我族兽还敢这么嚣张，我今天不扒你一层皮，你还真以为我雪鸮部落是吃素的？牧首，您看该怎么办？首领，其实昨晚凯蒙他们还剩一口气，说不定兽神眷顾，他们可以挺过来，或者死得干脆些。可现在，他们算了，把凯蒙他们的尸体处理掉吧。峰哥，去把凯蒙他们叫醒。啊，洛星，你说什么？峰哥不敢相信的再次确认，他刚刚见族兽们虎视眈眈的，也以为凯蒙他们死了，
毕竟那整齐安静的一排真像是没了。他们没死啊，凯门他们没死啊，首领。凯门，醒醒，索奇。其实凯门他们本来就要醒了，叶洛星能察觉到他们的身体部位动了动。凯门第一个睁开了眼。布尼德，啊，我还活着，又是你救了我。凯门扬起泛白的唇笑了笑，那边索奇他们也陆续的醒了过来。莫车哥，我们这是……索奇最后的记忆还停留在冰河边，那时他被岩兽一爪子给刺破了身体。莫茶哥将我们带回来了，哎呦，真是太好了，太好了呀！是，巫医救了我们。你感觉怎么样？我感觉很好，巫医和大家不用担心我。你重伤在腹部，最好躺着休息。新雌性，你好。叶洛星点了点头，算是回应他们。让他躺下休息，不要加重伤势。他们已经没事了。真的吗，布尼德？不仅没事了，而且他们现在的状态非常好。我觉得不出半个月，他们就能完全好了。这真是奇迹呀！布尼德重新审视这个新雌性，或许他才是奇迹，是兽神赐予他们部落的奇迹。太好了，太好了，兽神庇佑。凯蒙、索奇，最近你们就好好养伤。是，首领。叶洛星雌性，你既然会医，你是巫医吗？你们部落的首领竟让你做巫医？其实林东意外的不仅是他身为雌性承担了巫医的职责，还有他这神赐的天赋。他作为巫医的能力显然已经超越了布尼德。巫医这个职位不是谁都能做的，真要说起来，巫医甚至可以是部落里最为重要的兽人，而布尼德这般天赋高的，整个北地也就这么一个。我算是个巫医，不过我不专职做这个。叶洛星雌性，你的能力实在不该被埋没。你能够做雪橇部落的巫医吗？与我一起救助部落里的族兽，或者你可以教教我们，你是怎么救治凯门他们的？这实在是太神奇了，我真心向你求教。我会待到他们伤好以后，这期间有空可以教你。不过有些东西短时间内是很难学会的，我只能告诉你一些药方，比如一些新的草药，还有不同的草药结合的功效，就是能治的病。叶洛星雌性，你的意思是说，你不愿意长久留在雪橇部落吗？首领林东问出布尼德欲言又止的话，他还看了叶洛星旁侧的分割一眼，果然就见分割眼拧了眉。我本就不属于雪橇部落。首领神色凝重，像是想起什么，也不知是否是误会了什么。他严肃地盯着他，随后竟朝叶洛星鞠了一躬。叶洛星雌性，谢谢你救了我的族兽。我在这里再次代表我的族兽向你道歉。如果之前有什么得罪的地方，我可以代你惩戒他们。还好，不过我希望剩下的日子里，这种不礼貌不要发生了。叶洛星还是那礼貌又疏离的笑容。雪橇部落大部分的资料他已经收集完了，现在只需要把伤养好，等分割脖间的信息采集器自动脱落，他就可以去收集下一个族群的资料了。他们真是你救的吗？凯蒙他们的伤可是连布尼德都没有办法。艾米斯，当然是洛星救的，昨晚我守了一晚上。正是因为你昨晚守在这里，部落里没有任何兽人看见他救治了凯蒙他们，谁都不知道他昨晚在上面做了什么。或许是凯蒙他们身体好，自己就好了。他只是一个连星阶都没有的雌兽，怎么可能懂那么多？凭布尼德都救不了的兽人，他凭什么救得了？这根本就很可笑。艾米斯显然不信，布尼德年龄那么大了，从小就学医，兽城的兽人都要高看他一眼。他说救不了的兽人，就从来没有谁能救得了。凯蒙，昨天晚上是新雌性救了你们吗？就算你们伤势严重，但他给你们灌药或者处理伤口时，你们应该也模模糊糊的看见了什么吧？再说，你们中间也有身体烫的没那么厉害的。受伤的雄兽们互视了一眼，他们确实不知道。我们什么都没有看见，我们昏睡过去了。那可就奇怪了。不是我救的，是你救的。叶洛星这话可谓是阴阳怪气，不知道兽人们有没有被阴阳过。就见西蒂脸上的笑顿时僵住，冷冷地盯着他。
首领，雌性们的话也有道理，你难道不觉得奇怪吗？是啊，首领巫医，我们虽然尊敬新雌性，可他毕竟年纪还小啊。这种相当于能把死兽救活的能力，可能也就母神能做得到。何况巫医是需要经常出部落采药的，他是雌兽，无论是哪个部落，都不可能让雌兽经常出去奔波的。我们还没死呢，艾丽。你们闭嘴！首领，既然凯蒙他们都说没见过为他们治疗的兽人，那么这件事确实不能确定。我甚至怀疑昨晚高地上面来过别的兽人。你们既然说够了，就滚回去！从现在开始，我不允许有任何兽人说出怀疑新雌性的话。我相信他，他救了凯蒙他们的命，他对我们整个部落有恩，你们必须尊重他。叶落星雌性虽然没有星阶，但凭他的实力足够获得所有兽人的尊重，足够在所有的部落和兽城定居。今后叶落星雌性的食物由我亲自净化。刚刚开口的所有兽人，出来给叶落星雌性道歉。雄兽罚去2日的食物，以后你们最好管好你们的嘴。叶落星看着面前这个正直的首领，心底舒服了些。看来有灵东在，他还是可以在这里待到伤好了以后再走的。毕竟现在外面全是岩兽，他的战斗力还在缓慢的恢复。叶落星雌性，对不起，我们不该怀疑你，我们以后不会再说这些话了。对不起，叶落星雌性，我向你道歉，新雌性。那我就大人有大量，暂时原谅你们了，往后注意点啊。莫查格在叶落星面前半米处停步，接着在众兽人惊诧的视线中，他干脆的半跪于地，右手握拳放于胸前，低头向叶落星行了个礼。新雌性，感谢你救了凯蒙他们，我为之前的不礼貌的行为和话语向你道歉，希望能够得到你的原谅。乐队，刚刚是不是卡 bug 了？画面和剧情不一致啊！你游戏打多了吧？或许就是因为精力一直集中，昨晚又太累，他竟感觉到脑袋一阵眩晕。落星，叶落星雌性。叶落星感觉眼前的景象都有些模糊了，他清楚的明白，体能和异能的双重消耗，让他经受过训练的身体也难以支撑了，他迫切的需要休息。请叶队立即进行休整，您身体的各项数值正在急速下降。把警铃关了，吵死了你这个家伙！他是太累了，峰哥，带他去休息。落星，我现在就带你回洞穴。等等，哇哦，他这是第几次公主抱你了？以前好像只有你抱别人的份儿，受事的美男可真是不客气。首领，我昨晚说治好凯蒙之后，我还有事要跟您讲。你先去好好睡一觉，等你休息好了，随时来找我。叶落星还欲开口，这时高地下方忽然飞上来2只雪橇。首领，狼群来了。他们来做什么？那匹8阶的黑狼也来了，马上就到主峰下了。古雅斯、莫查格，你们先带兽人去看看，问他们来做什么，不要让他们爬上主峰。是，首领。布尼德、凯蒙他们就先交给你了。首领放心，我会照顾好他们的。他们的伤口最好不要沾到水，食物最好烤熟了再吃，饮用的水也煮熟了再喝。还有他们的山洞也不太适合养伤，有时候可以多来高地晒晒太阳。哼，娇弱的兔子，你还是先顾好你自己吧，别死在我们雪橇部落了。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把你当食物吃了呢。峰哥，你快带洛西回去吧，我也去沙下看看。落星，你等会儿吃点东西再睡。昨晚辛苦了。一点都不辛苦，你交代的事我都会好好完成。而且，你本来就是救治雪橇部落的兽人，我守着是应该的。落星，果子都净化过了，也洗过了，你放心吃吧。原来这几日他吃的东西都是已经净化过的，这样看来，他救了凯蒙他们，也算是还了个人情。昨天那些兔肉真扔了呀？自从知道兽世的食物多么的来之不易，叶落星就有些不忍心浪费了。经历过末世的人，总是更宝贵这些资源的，特别是食物，那可都是用人命换的，而兽世的食物，也是用雌性的健康才换来的。兔肉都扔回洞穴了，兽人们不会随便浪费粮食。洛星，你如果实在害怕，我跟首领商量一下，以后大家都不捕食兔子，好不好？峰哥想起高地上叶落星的那番话，他怕他真的离开雪橇部落。没事，我并不害怕，我就是怕你们浪费食物。洛星，你真好。他这好像不是第一次说他真好了，这只小雪橇还真容易满足。
他视线不经意地扫过他脖间的信息采集器，想起峰哥说他脖间的物品代表的含义。峰哥，你能蹲下来吗？叶洛星抬起修长的手指，轻轻抚摸他的头发。因为他的动作，峰哥身体僵住，肌肉紧绷，愣神地看着他。叶洛星的手缓慢下移，他再次想强制取下他脖间的采集器。洛星，除了小的时候，再也没有兽人摸过我的脑袋了，因为这是雄兽的尊严。但你是我的伴侣，这不一样。我很高兴你离我更近了一些。这样强制取下，是不是对他有些太残忍了？而且脑中的月上看出了他的目的，也一直在阻止他。这种做法可能会完全损坏了这个信息采集环。峰哥，你很喜欢我吗？很喜欢，我想跟你结旅，洛星。可为什么呢？我们才认识几天，我并不完全了解你，你也不完全了解我。是因为初见时我很漂亮，所以你喜欢我，对吗？你很漂亮，雄兽追求漂亮的雌性不是很正常吗？雌兽们也会选择漂亮和实力强的雄兽。洛星，你不跟我结旅是因为我还不够强吗？可我现在已经不漂亮了，我的伤疤不会好了。但我依然认定了你。你们雄兽在结旅前是可以追求不同的雌性的，我已经看出来了，所以不存在认定什么的。你重新选择，我不会怪你的，也不会有兽人觉得你不负责任，因为我们本就刚认识不久。洛星，我开始是因为你很漂亮才喜欢你的，但把你带回来以后，我发现你很温柔，对我很好，还帮忙救治了凯蒙他们，你很厉害。峰哥，叶洛星打断他，他喜欢他的容貌，敬佩他的才华，但这一切都不是喜欢。你并不喜欢我，换做另一个雌兽，拥有同样的脸，同样的能力，那么你同样会喜欢他，你甚至会分不清哪一个是我，哪一个是他。峰哥，我问你，昨晚得知我消失时，你痛苦吗？难受吗？还是只是很焦急？我再问你，你看见我时，心跳会控制不住的加快吗？你会不会心如羽毛扫过？会不会手足无措？会不会言辞犹豫？会不会面红耳赤？就正如我现在离你这么近，你心中有什么异样吗？不，你不会有这些。我在你脸上看见了慌张、紧张。你知道比喜欢更深层的情感是什么吗？你可以喜欢很多兽人，但伴侣之间只会有一种情感存在。峰哥也不知道自己脸上为什么只有紧张和慌乱，他甚至不太明白他在说什么。他说他并不喜欢他，并且认真的在讲述理由，他都不知道他究竟是否喜欢他了。不过峰哥知道的是，今早过后他再难离开他了。那么峰哥，现在回答我，你真的喜欢我吗？威压遍布洞穴，无形的手遏制住了峰哥的心脏，他想坚定地说出那句话，可这一次他什么都说不出来，他无法确定的情感。他只是一只小雪鸮，他做错了什么？叶队，你还不知道自己释放威压的模样有多吓人吗？看着峰哥如蔫儿的黄花菜，如霜打的茄子，不由多冒出一句本不该说的话。峰哥，等哪天你要是真的喜欢上我了，再跟我提结旅的事吧。那时你会跟我结旅吗，洛星？不会。你是不是有病啊，叶队？峰哥，要不你把这个无情的女人按了吧？他都看不下去了，叶队的无情真是首屈一指啊。叶洛星被月上骂了，又心软的冒出一句，看你表现。他说完就后悔了，算了，反正很快就要离开这个部落了。那漂亮的脸上又扬起笑意，他忽然反客为主，将叶洛星的身体一把拉低，他炙热的唇轻贴上他凉薄的唇瓣。我会好好表现的，这是结旅前的贪心。靠，白讲了一堆废话。叶队，别说脏话。叶洛星累了，真累了，翻身上了窝，倒头就睡。洛星，你怕冷，我抱着你睡吧。不用，我不怕冷。真犟啊！峰哥想起刚刚的冰凉，他直接爬上了窝。你身上还有伤，别冻得更严重了。救救我，救救我！叶队，其实你跟他待在一起还安全些。你现在是受了伤，异能也没有恢复，所以还好。你的伤如果真好了，就目前兽市的情况来看，我觉得那些雄兽很容易对你做出冲动的事情。就是现在峰哥想对你发生的那些，就你现在的实力来看，都拒绝不了。闭嘴吧你啊，跟谁一伙的？你们狼族的来我雪鸮部落的领地想干什么？峰哥前2天把我们部落的兽人揍了，奥雷现在都还没有全好，我们嗅到一个陌生雌性的味道。
该不是奥雷发现了一个新雌性，峰哥想抢就把他揍了吧？你胡说什么？明明就是你们狼族的挑衅。那个新雌性呢？总可以让我们见见吧？你是来我们雪鸮部落找事儿的？西迪雌性，你误会了，我们是有事儿才来的。你说，你们有什么事儿？是首领让我们来的。听说莫查格昨天带领的狩猎队被岩兽群袭击了，连凯蒙都受了很严重的伤，还是我们狼族帮了你们一把的。你究竟想说什么？布尼德在吗？怎么，你们部落有兽人受伤了？那些该死的岩兽趁我们昨天出去捕猎，偷袭我们部落，伤了我们部落的兽人。说起来，我们昨天也是为了帮莫扎格他们，才没有及时赶回部落。你们雪鸮部落不会见死不救吧？是你们首领让你们这么说的？当然不是首领让我们这么讲的。你们将受伤的兽人带来了？波本点头。你们白狼部落不是有巫医吗？托瓦巫医怎么没有及时给他们治疗？巫医也受伤了，就在后面。有多少岩兽偷袭你们部落？就算你们有几个高阶兽带着族兽出去捕猎，但你们白狼部落总共有700多个兽人，怎么会损伤这么严重？是岩兽里有7阶兽，甚至有高于7阶的兽人吗？白狼部落的这副惨景，让林东不由担心起雪鸮部落的安危。那群岩兽竟然这么强！我们昨天大部分的兽人都出去了，部落里留下的兽人很少，又因为没有及时赶回去，所以才被岩兽偷袭了。从最近的接触来看，我觉得那几个6阶岩兽的背后是还有其他更厉害的兽人的。林东首领，这次我们也是没有办法了，才将族兽们带来的。托瓦巫医本就受了伤，昨晚因为医治部落里受惊和受伤的雌兽们，在今早也坚持不住倒下了。可部落里受伤严重的雄兽们，因为还未得到巫医的医治，首领怕他们坚持不下去，所以让我亲自带着他们来向您求救啊！求您看在塔雅首领的面子上，救救我们狼族的兽人吧！我本代替白狼部落的兽人们感谢您。什么？你们部落的雌兽也受伤了？白轩也受伤了吗？他们究竟是怎么搞的？竟然让岩兽伤了雌兽，可真是丢了贝蒂的脸。白轩雌星伤了手臂，不过经过巫医的医治，应该没事了。什么叫应该没事了？你们怎么能让白轩受伤呢？你们真没用！收起你的冲动，图亚斯。你们受伤的雄兽可以留下来接受布尼德的救治，你们也可以留下几个兽人照顾，但是其他的雄兽必须离开。那些受伤的兽人伤好了后，也必须马上离开我们雪鸮部落的领地。毕竟每个部落各自圈有领地，平常是不允许其他族群乱入领地的。您的要求我们理解，我们会遵守的。我也要留下来。你留下来做什么？我说了，除了受伤的狼兽。我受伤了。那个，我要是说我不是故意的，你信吗？我信你，罗星。罗星，手感怎么样？叶罗星嘴比脑子快，挺好。冯哥听到他的回复，脸上的笑容更灿烂了。不是，你听我狡辩啊，不，你听我解释。叶罗星猛地抽回了自己的手，一屁股坐起，尴尬的用手扶额。罗星，你还说梦话了？你想听听吗？不可能，我从不说梦话的。这时，月上在他脑中很怂的碎碎念：“你真说梦话了，叶队？”啥？叶罗星呆滞了。不对啊，他今天没做梦啊。我说了什么？你说……峰哥故意停顿，卖了个关子，接着就不肯停顿的滔滔不绝。这只大鸟真漂亮，好想摸摸它的头，埋进胸口吸一口气也不错，肯定跟猫一样。再挠挠它的下巴、大爪子，如果再能够听到它不情愿的哼唧2声，委屈巴巴的看着我，就更好了。峰哥边说还一边贴近他的身体，他在叶若星已经如被雷劈的呆滞中，从他背后缓缓地环住了他的腰，然后伴随着后面几句话，他用手轻轻地绕过他的下巴，顺着他的脖颈一路往下划过他的锁骨，另一只手指尖轻轻地点过他放在窝上的左手臂，如蚂蚁一样一路往下蔓延。罗星，他在他耳边呼出一口热气。原来你喜欢这样玩啊！我。叶罗星尴尬的头皮发麻，这真的是他说出来的话吗？他们又不是真的鸟，他们是兽人啊！他们也是真的鸟，还不只有一个鸟。叶罗星总感觉他的话不对劲，反手就开启了违禁词屏蔽。
月生还忙补了句：“糟糕喽，某人奇怪的癖好暴露喽！”你给我闭嘴！我早知道你迟早暴露，你这个痴狂动物成魔的女人。他接这个任务吧，本质就是带一点私心的，可惜将自己送入虎口啊，不，鸟口。哦，怪不得你早上要摸我的头。分哥的笑容意味深长。我，叶罗星觉得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罗星，你一点都不诚实，你明明很喜欢我，又是夸我漂亮，又是想摸我，还对我动手动脚的。我只是……叶罗星想解释，但事实摆在眼前，真的不知道怎么解释啊，好想哭啊！你还想嬉戏我吗？我……你还想挠挠我的下巴和爪子吗？叶罗星脚趾屈起。你想不想听我叫2声？不用了。罗星，你喜欢我吗？差点没控制住说漏了嘴。这家伙拿捏他的癖好是吧？我只是喜欢你的身体，不是喜欢你，你懂吗？嘿，没关系，那现在我是你的了。分哥却依然十分高兴，甚至翻身躺在了他的腿上。罗星，你想对我做什么，尽情的做吧，我绝对配合你。看着腿上躺着的美男子，对他露出比彩虹还要美丽的笑容，他的心跳加快，绝不是因为心动，是这个画面吧，太诱人了。天哪，他为什么要受这种罪啊？叶顿，要不你去查查性别吧，我觉得你性别可能有问题。你放心，罗星，我不会不情愿，我非常情愿。我说的是喜欢你的兽型。兽型吗？他又道。那也行，那我变跟你玩。玩什么玩？什么虎狼之词？能不能好好说话了？很容易误会的，你这个家伙。我饿了，我要吃东西，我还要换药，你不许胡闹了，给我下来。我没闹啊，是你各种占我便宜，又不负责任。那我们改天再继续。分哥变脸非常快，见他不说话了，一个翻身下了窝。分哥起身朝火堆边走去，而也就是这个时候，叶洛星才发现那老位置的火堆上已经架好肉在烤了，他嗅到了食物的香味。几点了？下午5点16分。叶洛星走向火堆，他发现一块扁平的石头上放着用干净兽皮垫着的水果，水果上还有水珠，显然不久之前刚清洗过。不对啊，这些东西的时间都刚刚好，很显然是他预估了他醒来的时间，掐着点准备的，或者就是他一直在往返。总之他很细心。罗星，你先吃点果子垫垫，肉很快就好了。可以鉴定一下吗？兽骨无毒，很干净，水里面确实有一些东西，但只是漱口的话没关系。月上跟叶洛星是很多年的搭档了，明白他的意思。兽食的东西，有些月上能鉴定，有些月上鉴定不了，能鉴定的程度也不同。比如眼前的水，月上只能确定可以过口，但不一定能直接入胃。我要去洗漱，因为脸上还有伤，他不敢用这些水洗脸，所以从空间里面拿出干净的饮用水，先喝了2口，然后再用水把脸给洗净了。做好这一切，就看见峰哥站在不远处。罗星，你手里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啊？还有这个到底是什么呀？花花绿绿的。它们是我用来盛放东西的，一个是森林里面捡到的，我很喜欢就留下了，一个是用一些坚硬的特殊物品制作的。这个谎吧真的是好难扯呀，扯了一个就要扯很多个，下次直接拒绝回答好了。既然你喜欢，以后如果遇到相似的物品，我会再帮你制作一个新的。好。他跟峰哥走回火堆旁，见火堆边多了一堆羽毛，他有些不解地看向峰哥问道：你是不是掉毛啊？你是不是有病啊？叶顿，你养猫养疯了吧？这掉法得秃了吧？不是的。峰哥弯眼笑着走到那堆羽毛旁，他低头：嘿，我拔毛给你做新裙子。我身上不是穿着羽裙吗？怎么还做？你身上的那套裙子我没有缝好，我已经专门去向老叔请教过缝制了，我重新给你缝制一条漂亮的。别雕了，秃了就不好看了。我很喜欢身上这套，不用重新做了。羽毛很快就长出来了，我说了要给你做套新的裙子。听你的还是听我的？峰哥见他不高兴了，忙化作人形将他揽入怀中道：听你的。
不过他很快又苦恼起来，看着叶若星身上缝制的乱七八糟的裙子，他气了唇。洛星，要不你把身上的雨裙脱下来，我给你重新缝缝。你想干嘛？峰哥见他那防备的眼神，才立刻意识到什么，看着他被雨裙包裹的身材，耳尖微红了红，不再说话，乖乖地蹲到火堆边去烤肉了。洛星，快吃吧。你吃了吗？我已经吃过了，你不用管我。峰哥笑眯眯的，然后竟然悄悄地朝他跟前挪。你做什么啊？洛星，你很喜欢我的兽形吗？啊？你刚刚又夸我好看了，你说我秃了就不好看了，所以你觉得我现在很好看是吧？峰哥的逻辑很强，他故意变成兽形诱惑叶若星，整个鸟身轻轻地靠着他，还故意用最软乎的绒毛贴着他。峰哥你……叶若星后面的话说不出口了，完蛋，这鸟兽胸口好软乎啊，好想……洛星，你想抱就抱我吧。峰哥继续循循善诱。胡说，我才不想抱你，你浑身上下就嘴是硬的。那没事儿，我抱着你也行，你吃东西吧。你吃席呀，吃这么久。闭嘴。他吃完后，峰哥才松开他，去旁侧的角落又拿来了一截单独存放的兽骨，将它递到了叶若星的面前。洛星，先前巫医把解毒的草药送过来了，我已经把它们榨成了汁液。巫医说你喝下去后，毒就慢慢解了。刚喝下去，就熏得他皱起眉头。我帮你换药吧。好。他快速地帮他清洗伤口和换药，并轻声道：你痛就告诉我，我轻轻的。没事，我不疼的。叶若星平静回复，这些伤对他来说不算什么大事儿。峰哥见他面对这种重伤如此从容的模样，一双眼更是深陷在他的身影中。峰哥，这个时间首领睡了吗？他在哪儿？没有，首领他在高地。我找首领有事，要出去一趟。狼群前来求医，林东将他们留下了，就在高地上治疗呢。那匹黑狼也在。若曦，你是醒了啊？你真的好厉害呀！你知道吗？凯蒙和索奇他们都已经能站起来走了，明明昨天晚上还伤得那么严重，你简直比布尼德都厉害。你是我们雪橇部落的宝藏。谢谢夸赞。叶落星雌性，你休息好了吗？可真是多亏了你了。太感谢你了，他们的伤好得太快了。休息好了，他们没事了就好，不用客气。首领，我有事可以单独跟你聊聊吗？当然可以。他和林东看了眼众兽，打了个招呼，然后便单独走到了远处。而峰哥见此也没有跟上去，只是他的金瞳从上了高地后就毅然沉了下来，因为他能感觉到，在他和洛星到来后，左边一双狼眸就粘在了他和洛星身上。那就是峰哥捡回来的新雌性吧？我听凯蒙是这么叫的，应该没错。他身上的味道那么陌生，肯定不是雪橇部落的雌兽。他身上的香味可真好闻，我好喜欢他的味道。狼兽的嗅觉本就灵敏，此刻他们只感觉一道清爽的香味钻入鼻尖，就犹如雪山上花香的味道。你们能嗅出他的性阶吗？还有谁见过他长什么样子吗？鸟兽们把那边挡得死死的。他应该不是北地的雌兽吧？不知道从哪里来的。狼兽们好奇极了。等等！忽然，博本严肃了神情，他仔细嗅了嗅空气中的味道，一双狼眼迅速放大，他颤颤巍巍地开口道：“那个雌性竟然还没有伴侣！”什么？博本说完以后，剩下几个狼兽都惊呆了。雪橇部落这是走了什么运气啊？竟然捡到了一个没有伴侣的雌兽。首领，我可以搬去你隔壁的洞穴吗？怎么，你不愿意和峰哥住在一起吗？是不是他什么地方做得不好，惹你生气了？不是的，峰哥很好，不过我目前没有结旅的打算，所以我和他单独住在一起不太好，还是尽早分开，峰哥也好追求其他的雌性。可为什么？叶落星雌性，其实我早前发现你没有伴侣时也很震惊。你应该成年有好几年了吧？为什么不收伴侣呢？在这个世界，雌性们拥有强大的进化能力，能保证一个种群的延续，但也因此他们牺牲了自己的战斗力。
面对强大的敌兽，雌性们需要伴侣的保护。您放心，我有能力保护自己。林东认可他的能力，知道凭他的医术，不论走到哪里都会受到尊敬的。可是这个世界不可控的危险太多了。叶落星雌性，我先前听你问星阶是什么，想必你连岩兽和异兽具体是什么都不知道吧？我确实不知道。叶落星诚实回答，不止他不知道，月上也不知道。岩兽是被部落或兽城驱逐的兽人，他们大多无家可归，且犯过不可饶恕的错误。虽有例外，但是只要沦为岩兽，他们终将作恶，变成杀戮不止的恶兽，对所有部落和王城充满敌意，甚至对雌兽也不会手下留情。至于异兽，那是一个无比庞大且凶悍的种族，即使是兽城，他们都不一定放在眼里。总之，我现在并不想说过多而吓到你，但是我希望你能好好考虑一下峰哥。他是拥有7阶实力的雄兽，即使是兽城的贵族都很难达到这个等阶。他绝对有能力保护你，至少在北地是这样的，而之后你还可以收其他的伴侣。林东实在不想错过这个拥有强大医术的雌性，也不希望他未来遇到任何危险，也不知道这个远古的世界有多少是他没有见过的物种。看来有机会可以去会一会这些异兽。您不怕我将峰哥带走吗？毕竟有他在学校部落，想必整个北地都没有哪个部落敢欺压你们。那有什么？雄兽一旦结旅，本就是要跟着雌兽的。峰哥是我们雪鸮族的，你们以后生了崽子，崽子身上也会有雪鸮族的特征，我们雪鸮族便不会灭亡。峰哥是雪鸮族的骄傲，我希望他能跟随一个优秀的伴侣。再说，你可是小瞧我们部落了。雪鸮部落从不是靠某个兽人就能单独撑起来的，在北地的天空中，没有族群能跟我们抗衡。抱歉，是我说错话了，但是我还是坚持我的想法，就让峰哥重新追求他的伴侣吧，或许他能留在部落就更好了。林东看出来他不会长留北地，他是一个留不住的雌兽，不过雌兽们本就有更多的想法。你可以搬洞穴，可现在北地的情况你也知道，岩兽群来了，他们随时可能围攻雪鸮部落，你和峰哥住在一起会更安全些，要不然等岩兽群退了再说这件事儿。那不知道要等到何时了。叶落星做事向来干脆。再说了，还有比首领洞穴的旁边更安全的地方吗？叶落星扬唇笑笑。林东听到他的话也笑了，这个聪慧的雌性还真是不打算给峰哥一丁点希望。不过他这种爽利的性子，林东很喜欢。如果他有心结或者没有受伤，那他的光芒真是半点也掩盖不住，早就在北地出名了。这件事我会跟峰哥讲的。好，麻烦您了。你还有其他的事情跟我说吗？还是只有这一件事儿？之前本来是有的，我希望我能平静地在学校部落待一段时间，我可以帮助你们治疗族兽，但是需要你们的尊重。不过现在看来不需要特地要求了。林东从他的表情中读懂了他的意思，这2日族兽对他不友好，而今天早上林东刚斥责了他们，想必也是那个时候起他才觉得这个要求没必要提了。叶洛星感觉到了林东的尊重。我很抱歉，我会让他们管好自己的。叶洛星没有再多说，一人一兽朝着峰哥的方向看了一眼，峰哥也已经看了过来，他们抬步朝那个方向走了过去。洛星，我们现在要回去吗？我想透透气，我去那边走走。叶洛星对峰哥还是有些歉意的，虽然他并没有对不起他，但他对单纯的人向来自带滤镜，希望他们这份纯真不要被伤害。我陪。峰哥，我有话跟你说。叶洛星刚走出几步，凯蒙和索西他们就带着兽人围了上来。叶洛星雌性，我是5阶雄兽凯蒙。新雌性，我是3阶雄兽索奇。
感谢你救了我们。凯门显得有些不好意思，索吉态度比较冷淡。索吉曾经从岩兽嘴里救过莫查格，所以也编入了莫查格的狩猎队。不过虽然莫查格很喜欢跟高阶兽玩，但因为所有狩猎队要平均分配，所以每个高阶兽带的队伍都有等级普通的3阶兽或1、2阶的低阶兽。低阶兽大多负责搬运猎物，5阶兽也会轮流带队。叶洛星雌性，你的第一伴侣是准备收了峰哥吗？我不打算收伴侣。啊？为什么？是不是峰哥不行啊？洛星雌性，你看我虽然受了伤，但我身体一向很棒。等我伤好了，我可以坚持1宿不睡觉。他在说什么啊？感觉不太正经。抱歉，一顿没忍住。叶罗星正想接话，这时远处的天空中又飞来了一队雪橇，顿时吸引了所有兽人的注意。首领，发现有2堆岩兽在我们领地外围鬼鬼祟祟的，而且里面还有2只6阶兽，我怀疑他们已经想攻打我们了。我们现在该怎么办？他们果然行动了，我就知道他们袭击了白狼部落之后肯定会打我们的主意。图亚斯留守，莫查格跟他们有过接触，带队去看看。还有峰哥，你也去，先查探情况。如果他们想入侵我们的领地，不用客气。是。你放心的去，我会照看好叶洛星雌性。谢谢首领。陆星，我很快回来。你去吧，小心一点。他看着峰哥他们远去，林东正跟图亚斯交代什么，估计是加强部落周边的防卫。而凯蒙他们也提起了心，就算是受了伤，还是想上前帮忙。这时，那边正给狼兽们治疗的巫医也匆匆走了过来。布尼德停留在叶洛星的面前道：“叶洛星雌性，那边有个狼兽伤得很重，你可以过去看看吗？顺便，我想向你请教些问题。”当然可以。叶洛星答应得很快，抬步就要跟巫医去。月上忽然在他脑子里发出奇怪的声音：“你鬼叫什么啊？”叶洛星不满：“我怕你管不住自己的手。”月上说出莫名其妙的话：“我昨晚是不是还说了其他的梦话？”月上觉得孺子可教：“你终于想起来了。”我还说什么了？是狼群哎，跟狗狗一样，它们的毛发也太顺滑了吧！好想抱着亲2口哦。那匹黑狼的眼睛真好看呀，它摇着尾巴撒娇的时候看你超级可爱啊，受不了呢，好想摸摸它的耳朵，摸摸它的肚子，摸摸。停！他这一声把前方回首看向他的巫医都吓了一跳。布尼德惊讶开口：“怎么了？”此时叶罗西脑中已经崩溃了，空空如也，空白一片。我有这么变态吗？你终于承认你是个变态了。救命！没事，走吧。好，这就是那个新雌性，就是这个狼兽，他背上的伤一直流血，我敷了药也不见好，我看着不像中毒。你再看看，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先学学你给他们包住伤口的手法。好，我先看看。叶洛星面上不露一丝破绽，已慢慢半蹲于燎原旁边。他的声音刚冒出时，燎原那双长在他脸上的狼眸更加深邃了。叶洛星垂眸看着他背上被爪子抓伤的几条血口子，还有那撕裂不停流血的伤口。他这是……忽然远处传来凯蒙的声音打断他：“洛星雌性，我伤口好像撕裂了，你能再帮我看看吗？”我过去给他看看，你先看看这个狼兽到底什么情况。好。那边凯蒙见布尼德朝他走来，第一次对巫医不满，瘪了个小嘴，小声嘟囔：“布尼德，你管什么闲事啊？我听说鸟兽们的伤是你治好的。”是的。听到他简短的2个字，燎原右手缓缓地握紧：“你的伤没什么大事，好好养着吧。”就在这个时候，一只大掌猛地扣住了他的右手腕，燎原在无受人注意的角度将他拉近，他轻身贴近他的耳边，用低沉暗哑的声音冒出几个冰冷危险的字眼：“是你吧？”猛的一句话把月上都干短路了，叶洛星的心跳也顿了一拍。怎么，你认识我吗？他的视线是那般赤裸，他的笑容是那般从容，让燎原的动作僵住，眼瞳闪烁。叶洛星忽然一只手掌撑入他双腿间的地面，他将自己贴上去，然后学他用低沉的声线在他耳边撩拨道：“
你的伤我再晚来一点，他就痊愈了吧。虽然口中呼出的热气撩拨人，但叶若星的话语却是毫不留情地戳穿他的心思。他抓着他的手松动了些，他的身体也不由得往后仰，像是怕他逼近。叶若星注意到他的小动作，笑了，他又朝他逼近了些。他依旧用那压低的声线道：你故意撕裂伤口是想做什么？引起我的注意？你是不是喜欢我呀？想做我的伴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也不是不可以收了你。可爱的小狼崽，还想跟他的？叶队，你真的好油啊！我不喜欢你。辽渊坚守最后的阵地，生怕他强迫他。啊，那可真是遗憾呢。我可是觉得你身材很不错的。那算了，漂亮的雄兽，再见。他说完正要转身离去，谁知身后又猛地伸来一只手，牢牢地扣住他的手腕。你刚刚说什么？怎么，舍不得我走吗？手背处传来一阵酥麻的触感，这次辽渊没有避开他的触碰，也没有松开他，更没有满脸抗拒，只是用那双狼眸死死地盯着他，心中仿佛有一种强烈的预感。叶罗星和月上都感觉到了不妙，这个狼兽没有他们想的那么简单。还好就在这个时候，巫医布尼德回来了。你们这是？我起身，他扶我一下。他的伤没什么事，只需要重新上药就行了。我改天再教你包扎吧。布尼德打量的眼神在他与他之间划过，随后朝辽渊走去，打算为他重新上药。而这边发生的一幕，全程被不远处角落里的西蒂等兽人看了个清楚。他带着伴侣们站在那里，眼神复杂地看着叶洛星远去的背影，又看向那边的辽渊。看他刻意的举动，他也想收那匹狼兽。他们刚刚看到了是叶洛星主动，而那幅画面确实容易误会。他抢不过西蒂的，那匹狼兽已经升8阶了，眼光肯定很高。他现在的情况和西蒂差太远了。但他会医术啊，这是很强的优点。你帮谁说话呢？西蒂可是6星雌兽，有几个雌兽的实力比得过西蒂？他们吵吵闹闹，西蒂的眼神却越加深沉。是那匹狼兽先靠近的他。啊？我总觉得他身上有些奇怪，不止峰哥非要做他的伴侣，就连那匹黑狼都刻意接近他。他还拥有巫医治病的能力。他这个兽人……西蒂垂眸思索着其中的不对劲儿，像是遗忘了哪根线，想将那根线搭上。特莱，你过来。你先前与峰哥遇到他时是什么情况？是峰哥先遇见他的。当时我们发现他时，他是单独出现在森林里。我们呢刚跑过去，峰哥就追过来将他抱住了。看样子他先前还从峰哥面前跑了。他面对7阶的峰哥选择了跑掉，而且还成功跑了。他是兔族的，怕我们小销售很正常。或许可能将峰哥当成岩兽了吧？他不是说他刚从岩兽那里逃出来吗？估计是吓到了。而峰哥也不会伤害一个雌兽，见他害怕的逃跑，就想让他跑了。不对，他是什么时候受伤的？你们看见他的时候他就已经那样了吗？我们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受伤的。不过我们见到他时，他的伤势已经很严重了。当时他的脸肿胀的比现在严重多了。西蒂听到特莱的回复，再扫了眼远处的背影，忽然就想到了什么。他嘴角慢慢扬起一抹笑，也不知道自己的猜测对不对。要是对的话，那可真是可惜了。走，回去给我详细讲讲那天你们遇到他的事。这边叶洛星也早已经察觉到了兽人盯着他。喂，黑狼崽子，你既然没什么事了，就去帮助巫医救治兽族，而不是在这里偷懒。我那几爪子只是给你个教训，可没有要你的命啊。我们白狼部落肯收留你，让你不至于沦落为万兽嫌弃的岩兽，你就该感激了。你最好别有什么歪心思啊，好好的蜷缩在白狼部落的角落。你如果敢肖想我们部落的雌兽，或者是西蒂和海娜，就算是首领好心，我也会咬断你的脖子。别忘了你恶臭的身份，你就是个没有部落的黑狼崽子。辽渊眼底沉如墨，但并没有与他们起争执，也没有动手，而是慢慢的站起身，朝着那边忙碌的布尼德走去，看样子是去帮忙了。
伯本他们的笑容更加放肆。这边的叶若星回过神来，他朝着那边望去时，就正好看见了这一幕。他也听见了他们嘲讽的话：他和你可真是同病相怜。他看起来可比我的处境糟糕多了。你初来北地，肯定很意外他的处境吧？他的父兽是白狼部落的，偶然间在兽城遇见了南地的黑狼雌兽，便跟随他回了南地。可惜的是，去年黑狼部落被岩兽给灭了。伊安的话语里能够听出遗憾。叶若星听他讲述辽渊的故事，心中也泛起了同情。他再次扫了一眼那边忙碌的黑狼，然后呢？他没了母兽、父兽和族兽，便就只能来投靠白狼部落。但他的父兽已经去了南地多年，而他与白狼部落从未有过交集，也不算是北地的兽人，并且他身上带着一股煞气。他想杀岩兽报仇，白狼部落的兽人们怕他破坏他们的和平，利用他们攻打岩兽，所以一直不喜欢他。好在塔亚首领收留了他，还一直护着他。不过伯本他们还是经常为难他，他本来就是外来的兽人，他要是想留在白狼部落，就不能与伯本他们冲突，不然白狼兽人们不会喜欢他的。伊安很心疼这匹黑狼，他想将他收做伴侣，但其实他也担忧他会利用雪橇部落或者他来复仇。他身上背负的仇恨太多了，虽然他等级高，但太容易招来事端。叶若星能够理解处于不同身份而产生的不同想法。对于辽渊来说，灭族之仇岂能不报？对于白狼部落来说，族兽安危岂能不顾？但关键在于，辽渊和白狼部落并非没有渊源，伯本他们属实不该再过分欺压他。其实他这次受伤，估计也跟伯本他们有关。昨天明明是伯本带着大部分族兽离开了部落，只剩下我们200雄兽留守。他想端了岩兽们的大本营，在北地立威，可惜却被狡猾的岩兽算计，害得部落差点被灭。他们还这样对待那匹黑狼，是不是太过分了？要不是黑狼中途救鸟兽们浪费了时间，伯本他们是可以及时赶回来的。都怪他害得部落的雌兽们都受了伤，要是再晚一点，雌兽们就都被岩兽抢去了。我看他就是见我们不主动去帮他报仇，他就想让我们落得同样下场。可伯本的计划本就冒险，首领也不会同意的。而且黑狼是在去岩兽大本营的路上顺手救的鸟兽们，那时候他们还没有达到岩兽大本营，没有扑空，不知道岩兽的阴谋诡计。再说他是8阶兽，救鸟兽们也没有浪费多少时间啊。再说他之后可是第一个赶回部落的，如果没有他，我们不可能逆转局势。难道你忘了白泉的事情了？塔雅首领想让他做白泉的伴侣，白泉雌性也同意了。这可是北地许多雄兽求都求不来的事情，他竟然拒绝了。他跟我们根本就不是一条心，他怕和白泉结了以后就被白泉控制。不远处，叶若星听到这里怔了一下，他想起之前和林东的谈话。确实，兽氏的雄兽一旦和雌性结侣，那他的命就已经掌握在了雌性的手里了。你说的也对，他确实跟我们不是一条心，他太想报仇了。叶若星没有再听了，而他们那边的议论也渐渐迟声了，只是一场阴谋正在酝酿。叶若星走向凯蒙他们，那边伯本几个狼兽仍聚在一起。过了今晚，他就会永远滚出北地的部落。伯本，他能识别出毒果吧？我们不是他对手，而且首领知道了也会惩罚我们的。蠢笨，我们当然不用当着众兽的面与他交手。我手中的果子是从西边得来的，它不是毒果，只是能让雄兽发情的果子，他认不出来。再说了，他在雪橇部落消失了，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怎么知道他去哪儿了？你给他吃这种东西，他如果伤了雪橇部落的雌兽，林东首领怪罪下来，估计我们都回不去了。伯本一副尽在掌握中的表情。放心，这果子只会让他有心无力，到最后精疲力尽，毫无反抗之力。我们只需要在那个时候动手，将他扔给岩兽。岩兽群多次吃了他的亏，是不会放过他的，而他被岩兽们杀了，首领也不会怪我们。
哼，最坏的结果就是他坚持的太久。可西蒂他们有伴侣保护，他吃了这果子是敌不过西蒂他们的伴侣的。倒是我看他对那个新来的丑雌性有意思，他要是占了那个丑雌性的便宜，也不会掀起什么风波。哈哈，他和那个丑雌性倒挺配的。叶罗星重新给凯门他们检查了一下伤口，趁机询问：你们平常一天主要做什么？最喜欢吃什么？怎么处理猎物？有什么兴趣爱好吗？叶罗星想弥补齐云浩收集的资料缺口，于是变着法儿的打听，就差上手了。虽然他觉得自己把他们当人来调查了，但他们本来也算是人，说不定兽人的资料能给29世纪带来新的生机。总之多问问，多记录，有备无患。我们主要是捕猎和睡觉，偶尔和其他族群打架。他们喜欢吃驴鼠，但我最喜欢吃鱼，我还喜欢吃兔。不，我从来不吃兔子。我们一般是先用爪子拨开猎物的身体。他好像喜欢吃兔子。野兽群退了吗？怎么就你们回来了？峰哥他们呢？野兽退了，但没有走远，怕他们突然袭击，峰哥就带队守在那儿了。但我还是担心他们从别的方向攻击我们，所以就先带队回部落守着了。我正准备去和母兽商量。你们做得对，管他几只6阶兽，只要有峰哥守在那儿，他们就不敢贸然行动。现在主要是守好部落，你们快去找首领吧。叶罗星见峰哥没回来，心中有些担忧。摩森道：莫查哥，今晚就动手吗？他如果真会医术，我们会不会……我们好不容易把峰哥给支开了，岩兽群就在部落外了，错过了这次机会，可就很难有机会了。他如果真会医术，这次不就刚好试出来？莫查格他们自然不相信是他救好了凯蒙等兽人，他们对他早已经先入为主的留下了废物的印象。他看起来那么弱小，根本就不可能常年出去采药，他那个脑袋也记不下那些复杂的草药用途和草药搭配。这个丑陋的雌性，他把我们耍得团团转。他如果认不出这是什么，将它吃了，那就是他该死。他欺骗了母兽和大家，怨不得我们。莫查格当然不会去杀了他，他不会疯魔到亲手杀一个雌性，但这果子吃下去，等他倒了，把他往岩兽群一扔，那群岩兽自然会好好照顾他。你在看什么呀？你将整株草药都塞进他的伤口里，他痛得直叫，你听不见吗？你是不是故意撕裂他的伤口？狠毒的黑狼，我要揍扁你！燎原平静地与他对视，他表情冷漠，似乎根本就没有把伯本放在眼里。伯本见他这副淡然的模样，就更是厌恶至极。他像是强者漠视蝼蚁一般，甚至没有多余的表情给他。伯本本打算再忍过今晚就好，可他现在实在是忍不下这口气。你给我滚远点！伯本抡圆了拳揍向他，这一拳下去，燎原不被揍飞也要断几根骨头。下一秒，就见一只有力的手伸向燎原，直接将他拉离了原地，不仅避开了伯本的拳头，还让伯本一个不稳，险些冲出去摔倒在地。叶罗星弯弯眼，笑看着怀中的雄兽，他沐浴在阳光下，用调侃的话语道：你的腰不错。他抱着他，燎原躺在他的怀里，几乎是成145度角。比起先前他逼近他时，他的腰弯得还厉害，只不过这次是因为他拉了他一把，他自然脚步不稳的就倒在了他的怀里。这个姿势吧，还不错。叶队，你占别人便宜，小心翻船。没关系啊，马上就翻船了。好。因为兽人们穿着单薄，所以叶罗星的手直接接触到他健硕的腹肌，手感还是不错的。而且他的腰并不宽，反正他一胳膊就能搂住。他在他的嫩神中将他一把扶起站稳，然后才收回了手。新雌性，这是我们白狼部落内部的事情，你不用插手。是吗？狼兽们受伤的事情也是你们内部的事情，你可以带他们回去，我们不会插手。你还不算是雪橇部落的兽人吧？这件事是林东首领同意的，你说了不算。难道你看上了那匹黑狼？你管我说了算不算，反正你在这里说了不算。你刚刚吵到我耳朵了，你最好给我闭嘴。伯本还想开口，但那对面毕竟是雌性，他不能当着众兽人的面跟雌性吵起来。叶罗星叫他闭嘴，他嘴巴几度几何，最终还是生生压下了心中的不满。
他瞪了一眼那匹黑狼，却不敢瞪叶落星，只是紧握着拳，尖锐的爪子已经嵌入肉里。布尼德来到近前，他沉声开口：他说了自然算，他是我们部落的贵客，亦是部落宗贵的雌兽。伯本，我警告你，你如果再敢在这里闹事，那么我可以立马将你们赶出去。对不起，布尼德，新雌性，是我错了，我不会再吵闹了。你可以离开这里了。叶落新雌性，时间不早了，你早点回去休息吧。我很快就回去。叶落星看了一眼时间，已经晚上7点47了。好，那我先去忙了。直到布尼德远去，叶洛星才转手与旁侧的雄兽对视。以后别让别的兽人随便欺负你了，也别再盯着我出神了。你为什么帮我？因为你好看呀，而且身材也好。怎么，你想通了？要给我当伴侣了？这么关注我，还这么关心我的想法？辽渊没有避开，反而冷沉地问出3个字：是你吗？他这般直接，月上都不知道怎么吐槽了。白狼，你这么问，叶队能承认吗？什么？忽然，叶洛星俯身凑近他，辽渊正想避开，却听到一道无比熟悉、已经刻入骨中的魅惑声线传入他的耳中。他邪笑着在他耳边低声道：你就算知道了又能怎么样呢？爱发情的小狼兽。辽渊猛地僵住了身形。我去，叶队，你在干嘛？你玩狼人杀自己刀自己啊？玩的这么猛的吗？果然是你。对啊，就是我。亏我还以为救了一个高等级的雄兽人，谁知道这么没用。哼，随便一只普通的狼兽都能爬到你的头上欺压你。早知道你这般没用，我不该救你的。不是。辽渊突然接了这2个字，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明明他不用解释的，可是面对他的这些话，他就是不想让他这样看待他。其余兽人怎么看待他，他无所谓，但眼前这个狡猾的雌兽不行。眼见为实，我相信自己的眼睛，就像现在，我可以毫不隐瞒地承认我的身份。可凭你的身份，你能做什么？报复回来，还是告诉大家那天的事情呢？不，你什么也做不了，你连拦我都不敢。叶洛星说完转身就走，却直接被一只铁臂捞入怀中。他紧贴着他的后背，咬着他的耳朵边缘道：你看我敢不敢？抓到你了，叶洛星。哦吼，真翻船了。他刻意咬中他的名字，纵使叶洛星已经回过神了，但他还是因为他的举动和话语没能稳住神色。你要不要看看你现在身处哪里？旁侧受伤的狼兽已经发现了后方的不对劲，当他转头望来时，辽渊出手极快的一拳将他打晕，接着他抱着他一个旋转，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双脚完全离地，他用他高大的身形严严实实的挡住了他的身体。此时他与他身处高地角落，背对外圈，被他这么一挡，谁都不知道这里面发生了什么。叶洛星和月上为地上可怜的狼兽默哀2秒。他们根本不是我的对手，我可以对你做任何事。辽渊醇厚的声线已被沙哑点缀，他的话语透着笃定，他的手指在他耳畔轻轻摩挲，贴他贴得极近。叶洛星听明白了，他指的是高地上的所有兽人，他确实有这个实力。所以你敢吗？你敢做什么？我要跟你交配。玩大发喽，叶队，你保重啊。违禁的话可不行说啊，我那天也没把你怎么样。那不重要，是我想要占有你。哼，你想报复回来，我那天可是好心救了你2次。想起那天发生的那些事，辽渊并没有否认，那日他竟然放肆的做完一切就消失了。你该做的不该做的都做得差不多了，不差这最后一步，我只要把那天没完成的事情做完。辽渊这句话像是咬着牙说出来的，可以想象出自从叶洛星把他丢了后，他这2天有多么生气。兔子是跑不过野狼的。叶洛星在他冒出这句话时，一个肘击顶向他的腹部，然后右手抓住他的手腕一扭，一个转身顺利地从他怀中退了出来。这是雪橇部落，你的族兽也还在这里，你不敢乱来，除非你想被白狼部落赶出去。叶洛星拿捏他的心思，他知道他对岩兽的厌恶，知道他想待在白狼部落，他不会冲动的，他也不是冲动的兽人。乖乖的，可别追来哦，小狼兽。
他笑容肆意，退到一定距离，便转身毫不犹豫地离开了此地。梁元盯着那远去的背影，目光越来越深沉，越来越深沉。叶队，你先前那些嘲讽好像有些用，感觉他要把你吞了。他就差一把烈火，不过他要用对了地方才行。叶罗星直接回到了林东旁侧的洞穴，他打量四周，发现跟分割的洞穴差不多大，里面依旧是一览无余，就连布置都差不多。他在洞穴里走了一圈，刚坐回窝上，打算收拾收拾空间，整理整理资料就睡觉，免得将时间颠倒了。叶落星慈香，打扰了，我将你的食物送来了。叶罗星目光下移，看着他两只手拎着的食物。虽然他与这个雄兽没有说过几句话，但出于战士的警觉，他对这个看不出臣服的雄兽还是有些防备的。不过他是林东的崽子，估计是林东让他来送食物的。叶罗星也没有多想，毕竟他还记得林东说过，之后他的食物全由他亲自来净化，放在洞中间就行。这配色，确定没毒吗？这些果子是我们早上专门去远处摘来的，听说雌性很喜欢吃，我为之前的事情向你道歉，这也算是我的歉意，希望你能原谅。莫查哥边说边弯下了腰，向他俯首鞠躬，态度看着十分的真诚。他是林东的崽子，现在态度又好，叶若星也不想与他计较，而且依北地的环境，想找到果子很难，看来他们确实飞了很远才摘回来。我接受你的道歉，这些果子我收了。他边说边蹲下身，刚用手拿起那颗蓝色果子。有毒，不可食用。于少，我看起来很好骗吗？这个心机雄兽，还好他鉴定了一下。可能他们这么认为。叶罗星眼底划过冷意，他们这是要跟他作对了，还敢下毒？这颗果子真漂亮，我收下了。不过我已经吃过东西了，我明天再吃，麻烦你送来食物。食物放久了就坏了，我们部落不缺食物，既然母兽答应亲自为你净化，你不用为我们节省。莫查哥站直身，他刚见叶罗星蹲了一下，还以为他察觉了什么，听他这么说，又看见他脸上的笑，就知道是自己想多了。就一晚上不会坏的，我想休息了，你先离开吧。那我先走了，你好好休息。他不差这一晚上，先前他还担心峰哥突然回来，没想到这个丑雌性竟然主动提出搬出洞穴。虽然他不知道他那个愚蠢的脑袋是怎么长的，但现在是他自己把最后的退路都给断了，是他该出事。莫查格离去后，叶洛星回首，叶队，你打算怎么做？你先仔细检测一下那颗果子，检测结果决定他的结果。我明白了。叶洛星被兽人算计，而与此同时，某个兽人同样正在被算计。